我已在禁区天渊等你1万年。神强，别暗，他来了。魂殿熄，世人皆认为他死了。今天，陆源虽然活着走出了禁区，但是修为尽废，灵根断裂。面对红颜的悔婚，各宗的欺压，他该何去何从？陆源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与我结为道侣；二，我选择2。你小子别后悔，绝不后悔。小子，咱们走着瞧，这里面有我们的9个约定，全做完了，放你自由，斩断与你的一切因果。你只要出了天渊禁区，玄清宗自会有人来寻你。准，感谢你这100年的关照。走了，别想我。师傅，小师叔的魂灯亮了。胡说八道！你小师叔都死100多年了。真的，不信您去看。当真？到了魂殿角落处的一盏魂灯亮起了微弱的光芒，果真如此。小师弟，你真的活过来了。师傅怎么办？时隔100年，陆源的魂灯亮了，玄清宗的所有人沸腾了。总算是出来了，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进去。他是玄清宗的太上老祖作化之前收下的关门弟子，天赋绝伦，万古妖孽。小子，莫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吓死小爷了！大姐，我被你折磨了100年，现在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怕怕。小师叔，您醒醒！师兄，是你吗？师弟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师兄，你轻点，疼啊！小师弟，你的修为没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这可不是件小事啊！嘿嘿，上百年的禁区生活，并非全无收获呀。这个不说这些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哈。群山林立，云雾缭绕，望着这片美景，陆源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喜色。陆源从小就在玄清宗长大，可惜他刚刚被太上长老收为关门弟子，师傅便因受命已至而作化，因此陆源在一众师兄师姐的教导下修习，与他们的感情极好。拜见诸位师兄师姐，有劳诸位挂念了。小师弟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说来话长，我慢慢讲吧。只剩你一人了。小师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必须查一查你的身体状况，万一被某些大能夺舍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明白，查吧。经过各种元素的探查，陆源的身体没有任何异样，一般情况下，或者只能占据肉身，没法战斗。唯有极为可怕的大能地形，还有能力侵占前者。即使记忆可以占据，性格和脾气却没法物质。这是什么小眼神？看着众人不确信的样子，呵呵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，后果自负。徐师兄，你当初背着嫂子藏着的上万块极品灵石，现在输光了吗？王师兄，上次你和我说东夷宫的仙子是灵石，比起嫂子好看无数倍。这是你再说一遍，董师兄，你欠了我3年漂亮无数倍吧？灵石该还了吧？我可以确定，这就是我们小师弟，没错。是，千真万确，肯定是师弟无疑。臭小子，咱们不是说好要保守秘密到永远了吗？你这是闹哪呀？可。我有点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陆源吃了点东西，在躺椅上思考着。大师兄，你的灵根断了，师兄帮不到你。没事，当个凡人也挺好。当年师兄应该强行阻止你的，也就不会酿成这样的祸事了。这又不是你的错，就别自责了。呵呵，当年我好像被某种力量牵引住，控制不住的想要进入天渊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自己都弄不明白。往后的日子，你打算怎么过？我自有安排，大师兄不用操心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于未来的生活，陆源早已有了规划。修为被废，灵根断裂，在外人看来是一场灾难，可对陆源而言算不得什么。有一件事情不知该怎么开口。大师兄直言便是。东夷宫与天域宗准备联姻，对象是白希雪。那时候的陆源乃是北荒有名的天之骄子，无数女子对其倾心。什么啊？吸血？这是两方宗门的决定，还是吸血自己的意愿？据说天域宗的少宗主给了白希雪1枚灵丹，助其突破修为至金丹境。以我之见，白希雪既然接受了对方的好意，肯定没有拒绝的意思。100年前的陆源乃是元婴境界的修为，被誉为北荒年轻一辈绝世天骄。我知道了。既然你还活着，那么你与白希雪的婚约自然不算两件。也许东夷宫会派人过来一趟，他也可能会来。来了也好，看看他如何选择。恐怕大师兄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会儿。好，那师兄就不打扰你了。不过你记住，不管任何时候，玄清宗永远是你的家。不久后，陆源死而复生的事情引起了一片哗然。东夷宫立刻派出姚素素来解释情况。想不到多年的感情，在你眼里就只一颗丹药。呵呵，林宗主，我能否借一见陆长老？可以，我通知他过来。各位师兄师姐，果然是废人，可惜了。想当年，陆源名动北荒，何其惊艳！姚长老见我有
何事？当着众位道友的面，我就直说了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请见谅。说吧。当年陆长老与爱徒有过口头婚约，只因几百年前进入天渊，遭遇不幸。2年前，西雪与天域宗的少宗主结了缘分，定了婚期。此次前来说明此事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陆长老能活着归来，东夷宫为贵宗感到高兴，备了一些还请收下。这可不是薄礼啊！小师弟，你觉得呢？姚长老既知薄礼，那就收回去吧。陆长老此话何意？让白希雪亲自走一趟吧，只要她来了，我保证不会纠缠。当面说清楚，应该如此。过几日我便让希雪来看看陈长老。另外，姚长老真想送礼庆祝我归来，一条中品灵脉可远远不够。当年白希雪与我探寻秘境，赠她之物皆是珍宝，仅仅是上品灵脉便多达3条，中品灵脉多达20条。没有，我便先走了，多谢贵宗的款待。小师弟，你这败家玩意儿，当初得到的好东西居然不带回家。董师兄，身外之物别那么在意嘛。你小子说的轻巧。哎，数日后，白希雪跟着东夷宫的几位长老来到了玄清宗。陆大哥果然废了，可惜了，可能我跟他有缘无分吧。你来了，对不起。我活着回来，是不是让你有些手足无措？没有，我很高兴陆大哥能平安归来。你不可能一辈子等着一个死人，我能理解。本来想亲口替你说是宗门逼迫还是，看这样子是自愿的。如果你早点回来，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我不是废人，你和东夷宫会怎么选择呢？这与我回来晚了没有关系，而是实力问题。没有，罢了，都过去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请回吧。当陆源说完这句话，2个人都不再说话，屋内寂静无声，气氛沉闷。都这样了，说话还是那么气宇轩昂，难道这就是天骄的傲骨？保重。在天渊禁区内100年的苦白受了。红辣椒，希望你是真的为我好。此事已了，也该办自己的事了。陆源从天渊归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北荒，很多大势力派遣高层来到了玄清宗。2位师兄，我想出去走走。什么？你现在没有修为，很多大势力对你虎视眈眈。我觉得出去散散心也好，外面的势力都以为小师弟现在的情况会待在宗内，这样也许会更安全。人呢？前辈，公子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没走错，找的就是你。这块木牌是陆源从天渊内带出来的，木牌的主人曾献了一个大人情，以此为信物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这是我的令牌，持木牌者，我可以帮他做任何事，包括我的命。我送你出去。有劳。你从哪里得到此物？天元公子莫非是玄清宗的陆源？正是。他既然给了你木牌，老朽必定遵守诺言。请问公子有何事吩咐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重塑根基？当然有，本以为有什么天大的麻烦。你确定？若难。红辣椒这次没有骗我，登顶武道巅峰，抵达神桥彼岸有望。玄清宗的所有高层加在一起，也想不出如何帮陆源重塑道根，可在眼前的老头面前，却觉得此事不难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公子叫我驼背就行了。肯定不行。无妨，公子先在这住上半月，有劳前辈了。这是老朽应该做的。这天，陆歌贤的蛋疼在院子里瞎逛。这把剑怎么断了？用来砍柴。嘿嘿，这老头有意思。陆源蹲下身子，仔细打量此断剑，颜色暗黑，锈迹斑斑，伸手抓向了黑色断剑。麻烦了，怎么办？难道要动用辣椒毒？没有剑气威压了。公子，老朽回来了。刚才多亏前辈出手，不然我可就麻烦了。一把破剑哪能伤得到公子？这要是破剑，天地间可就没有宝剑了。公子说笑了，一把断剑的威势就差点把我玩嗝屁了。那么拥有此剑的老头，他有多么强大的实力？他为什么又住在红尘中？修行究剑，前辈此行可有收获？放心，一切妥当。当年在天渊禁区之内，红辣椒跟我说过，因为受伤太重，灵根受损，只能斩断灵根，修为打散，让我拿着木牌寻找这个老头，就可以重塑道根，让天资更加妖孽。有希望。公子，随我来。重塑根基，阵法道文。如此大阵，且公子脱掉上衣，坐在道阵中央。哦，好的。老朽此行听说了一件事情，
东夷宫与天域宗即将联姻，此事公子知否？我知道。需要老朽做些什么吗？不用。心性不错，重塑道根非常痛苦。前辈出手便是，不经历磨难，如何抵达神桥彼岸？小小年纪知道神桥彼岸不简单呐。听天渊那位说起过。原来如此。然和。金色种子时机已到，它能承受得住吗？据老头所知，这根断骨乃是一位远古大能的道骨，因为一场惊世之战而陨落，最后只留下了这根断骨。你只需按道阵将断骨融入陆源体内即可，一切自有定数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然和。道骨与他的身体融为了一体，契合度完美，真乃奇人也。庚子，行了，查看一下自己的身体。金色的道骨，能感知到天地间的灵气了，我能修炼了。我陆源王者归来了。陆源内是金色道骨，心中喜悦却夹杂着复杂。前辈，这未免太珍贵了，受之有愧。这并非我功劳，奉禁区尊者之令，将道骨融入公子体内。顿时，陆源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红衣姑娘，心有余悸。老头看出他情绪不稳，便离开了这处避世。陆源，与我结成道侣，你可愿意？陆源，你的身体已经受到天渊禁区的法则之力侵蚀，必须重塑根基，否则后果无法想象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在错怪你。道骨无缺，根基完美，未来成就无法想象。该如何学会掌握这股力量？后面慢慢研究吧。陆源换上一袭整洁的衣服，来到院子内。婚礼送白伞，是不是诅咒别人吗？前辈，如此好的宝剑，为何要糟蹋了？剑已断，再好又有什么用？我的根基断了，前辈能以大神通修复，宝剑断裂，莫非就没有办法了吗？试过很多次，都失败了。这把剑叫什么名字？归阳。归阳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陆源低头思索，片刻后，他蓦然抬头。您是长庚剑仙？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这么称呼老朽了。陆源心中波动强烈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曾经听闻许多有关长庚剑仙的传说，剑道造诣他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，都是虚名罢了。前辈，您为何苦守在这里？魔剑。李牧阳虽然身处落魄，但始终不放弃对剑的迷恋。他对陆源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我认为，不管是走哪一条道路，最重要的还是道心。修道先修心。当年老朽若有公子这般聪慧，断然不会落得这般结局。长庚剑仙曾一剑斩紫云山，却遭天道神罚，从此销声匿迹。他的剑仙之名成为了一个传说。陆源开始努力修行，仅短短半年时间便突破到了黄灵境之境，这样的速度让人难以置信。半年就奠定了根基，修至黄灵境，不可思议。而且根基十分稳固，现在还未成长起来，这大腿都抱紧了。终于有了黄灵境的修为，现在可以打开玉镯内的禁制了。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呢？一道道法则之力涌动，瞬间进入了玉镯空间。陆源的面前出现了一把白伞。陆源，这是送给你心上人的成亲贺礼，必须到场。婚礼送白伞，是不是诅咒别人吗？听这声音，莫非是吃醋了？他不会是真喜欢我吧？前辈，我该走了。您的再造之恩，晚辈无以为报。他日若是站在北荒巅峰，必有厚报。日后若遇难事，可来此地寻我。好，这可是一道保命符，不要白不要。你这小子，告辞。到那时，我们一起打穿神桥，抵达彼岸。希望有那么一天。小师叔，您回来了，家里好吗？一切都好，送我去大殿。好。陆源带着玉镯，隐蔽了自身的修为。长庚剑仙多次嘱咐，关于道骨之事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
各位师兄，小师弟，这大半年你去何处了？出去散心了。小师弟，东夷宫的那姑娘悔婚了，那是她的损失，你莫要在意。啊，对，咱们肯定会想到一个良策，让你的灵根重塑，到时候重现昔日的风采。几位师兄不必这般为我操心，有些事你们慢慢会知道。宗门高层的团结与共鸣，皆系太上长老一手建立。大师兄，我想去参加两宗联姻典礼。为什么？殿内一片寂静，众人疑惑地注视陆源，没什么可逃避。随后，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，陆源获得了宗主的允许。那你就跟着严师弟一同前去吧。多谢师兄，我去休息了。两位师弟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小师弟这次回来有什么变化？我也觉得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，那种天骄的气质好像又回来了。他刚才还说了一句，有些事我们日后慢慢会知道。我们这位小师弟从天渊归来后越来越神秘了，嘿嘿，董师弟，以后你得更上心了。放心吧，师兄，我明白。陆源站在战场上，心里无比纠结两宗婚礼天渊大佬送白伞的事。小师弟，最近宗主为了你的事情忙前忙后，寻了很多有名的医师，都觉得毫无希望，让大师兄费心了。陆源心知肚明，轻轻一笑，心中对前行的决心愈发坚定。放肆！本座的小师弟，你也敢欺负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公主，我去看看。陆长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的去留好像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吧？卧槽，这么多人，比人多吗？你敢扰乱两宗联姻，莫怪我东夷宫不念旧情。玄清宗受到了天域宗的请柬，不远万里前来庆贺，你要赶我走？认真的吗？我只是想请陆长老离开罢了，对玄清宗并无此意。冲突与隐忍交织，在这场见面的空间里，两方之间的恩怨交织，如同火图般燃烧。放肆！本座的小师弟，你也敢欺负？好可怕的威压！董师兄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师兄，这不是怕你受到欺负吗？如果两宗联姻不欢迎玄清宗的话，我们现在便离开。董长老息怒，晚辈绝无此意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晚辈知错。再有下次，绝不饶你，滚吧！多谢前辈原谅。姚素素等人赶紧离开，头也不回。明明陆源成为了废人，为何还要这么宠爱他？小师弟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师兄都会护着你，把你安全的带回家。谢谢师兄，估计有好戏看了。听说陆源当年与东夷宫的白希雪有过口头婚约，今日过来是打算砸场子的吗？各宗代表拿出礼物，大长老脸上洋溢着浓浓的喜色，对着来宾道谢：“恭喜恭喜，这是玄清宗的一点心意，多谢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份礼物。”陆长老这是什么意思？贺礼啊！陆源当年何其风采，如今却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护那一丝所谓的尊严，真是可怜啊！我还以为有什么大热闹可以看，白让我期待了这么久。东西收下，莫要节外生枝，不要误了宗门大事。陆长老这份礼物，天域宗收下了。吉时已到，有请两位新人入场。秦玉堂和白希雪身着红衣登上内厅的高台，两宗的宗主也表示以后天域宗与东夷宫共同进退。天域宗的地底镇压着魔窟，东夷宫一旦与之联姻，必有大难。封锁各方结界，不准让任何人进来。孤山大阵开。秦宗主，此举何意？防止某些小人捣乱。等到两宗联姻结束以后，结界自会打开，诸位道友不必担忧。秦宗主此举未免有些过分吧？众人议论纷纷，有的表示理解，有的表示疑虑。今日若是两宗联姻，东夷宫必将后悔。无数双眼睛看向了秦阳，似是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。秦宗主，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？胡编乱造。是吗？若是虚假，秦宗主可敢以道心起誓？一瞬间，场面极度的安静，落针可闻。千年前，天域宗不过是伏流星域的三流势力，短短数百年能崛起，就是靠着魔窟内取之不尽的资源。难怪天域宗急着结盟，意有所图啊！既然如此，那么请诸位道友一步详谈。前面到了，接近不能靠得太近，不然后果自负。秦阳解开石造老师。大家看到那近于万米的深渊，众人皆倒吸一口冷气。这么大的魔窟通往何处？是否与魔界相连？一旦魔窟爆发，将会波及伏流星域的每一个角落。是啊，甚至是其他星域，谁都没法置身事外。天域宗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秦宗主，这是你天域宗惹出来的祸事，为什么要让我们来背锅？天域宗愿意拿出一半的宝库底蕴赠与各位，待到此事了结，天域宗愿意承担天下英雄的问责。你以为现在忏悔有用吗？咱们走着瞧。哎，这叫什么事啊？事关重大，便赶紧回去告诉宗主。陆长老，你能从天渊活着出来，运气很不错。能说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严明还感受到周围充斥着无形的压力，显然所有人对于天渊都充满好奇。于是他快速做好了防备，向陆源走近了几步。杜宗主，您要是这么好奇，
不如亲自进去看看吧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自会去一趟。严师兄，我们走吧。这小子肯定隐藏着秘密，不然一个废人为何还要如此庇护？董问军的出现让任何人都不敢对陆源造成威胁。没过多久，联姻取消的事情传遍了浮流星域，且还包括了魔窟之事。我打听到诡异的行踪了，在日本星域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。师兄，你要陪我去的话，家里怎么办？有董师弟坐镇，不会有问题，不要操心这些事情。行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师兄走后，陆源取出那个玉镯，细细打量。第一个约定勉强完成，现在去做第二件事，前往北仓星域，有一份礼物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等你到了，自会知道。北仓星域，陆源陷入了深思，对天元大佬说的这份礼物既有期待，也有一些忐忑。宗主，这是浮流星域18宗的共邀请柬，让您亲临商议魔窟之事。本座没空，让大长老前往吧。师兄，事态严重，你去忙吧，换个人陪我去就可以了。天域宗惹出来的大麻烦，现在要我们擦屁股。让平言陪你走一趟吧。可以。平言，知道你爹为什么让你跟我去吗？不知道。你需要魔力，你的心性不适合当一宗之子。你不懂我，也不懂大师兄他们。小师叔，此话何意？从小到大，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宗门内，我从没吃过亏。你可认同？认同。你太柔软了，不够狠。若是让你领导宗门，必将导致宗门处处受限，门内弟子逐渐没了血性，这对一个宗而言是最致命的打击。生命可贵，我不想成为一个屠夫。大师兄，让你我不行，一来是信得过你，二来是磨砺你的心性。修行界最忌讳的就是仁慈。林平言过于仁慈，优柔寡断，此次让他跟着陆源，他爹就是希望从小师叔身上比赛，为了利益是如何强硬，如何不要脸的。林平言迈步来到宗门口，十分客气地表明身份，等待着弟子的通报。你是玄清宗的内门长老，哪能在门口候着的道理，直接踹门进去？小师叔，这不妥吧？一言不合就踹门，这不符合林平言的为人准则。不妥个屁！百叶宗区二流宗门，你身为玄清宗的长老，居然不直接将你请进去，那就是不给玄清宗面子。平言，我还是不是你的小师叔了？当然是了。那就一脚把门踹开。林长老，你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。林平言乃是我玄清宗的内门长老，宗主的亲儿子，他来拜访百叶宗，居然被关在了门外。尔等是不将我玄清宗放在眼里吗？无论对错，先给百叶宗扣上一个大帽子再说。嘿嘿。百叶宗绝无此意。按照规矩，守门弟子申报以后，方可让拜访之人入内。狗屁的规矩！百叶宗不给玄清宗这个面子，看来是觉得我玄清宗没落，好欺负了是吧？陆长老莫要生气，确实是百叶宗失了礼数，怠慢了林长老。两位长老请进，殿内已摆好了茶水。不必了，今日来此是为了收账，不是来喝茶。怎么回事？百年前，陆源与百叶宗的13长老开了一家商会，利润55分账。可是13长老没有履行承诺，将商会的利润分出来，导致争端。这些年经营不善，没赚钱。呵呵，我管你赚多赚少，赔偿一条中品灵脉，这事就算了。什么？一条中品灵脉？怎么可能？陆长老，咱们不如坐下来谈谈吧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他是你百叶宗的人，百叶宗必须负这个责任。难道陆长老如此不讲道理吗？我要是不讲道理，那就不是过来讨账，而是请玄清宗的师兄师姐们过来论道。你给吧，真不想扔出去一条中品灵脉，可是不能不给呀。何须？今日过后，这笔账清了。百叶宗一众两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林平言看着一整条的中品灵脉，有些恍惚，没想到百叶宗真的妥协了。感觉怎样？爽不爽？这个别支支吾吾的，说实话。不瞒小师叔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咱们这真的是收账，不是强吗？如果是抢，你觉得能这么轻松解决问题吗？不能。百叶宗先是对你不敬，又故意隐瞒了商会之事，本就有错。一条中品灵脉作为赔偿，虽然肉痛，但在百叶宗的承受范围，再加上咱们玄清宗的威名，不敢不给。受教了，小师叔。浮流星域的资源就那么多，哪有什么公平可言？各凭本事。咱们玄清宗都是老狐狸，怎么养出这么一只小白兔呢？尤其是他爹，还是最狡猾的那只狐狸，真是离谱。哦，小师叔，咱们到目的地了。平言，你前往前来圣地，把这封信交给我的生死之交寒山去吧，我不会有事。呵呵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小言子，你这叫欺负人啊！对，以前打不过你。你等着。小师叔，我速去速回哦。得想个办法把平言骗回去，这样我才能去办正事。这个黑衣青年正是寒山，书信的内容是曾经一件事的细节，只有他2只党。陆兄，你真没死，命大，死不了。老韩，你是7成星的地头蛇，鬼医肯定能找到的吧？鬼医神出鬼没，我尽力。行，劳烦道友了。小师叔，有消息了，韩兄此刻正在东街，咱们过去找他。经过多方打探，目前我有10几个人选，皆有可能是鬼医，那就一处一处找吧。
这是第13个了吧？屋内可有人？请问有人吗？韩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好可怕的法则之力！老韩，你可以啊，演得这么像。这一出不是我演的，这里的人很可疑。怎么回事？晚辈韩山乃是前南圣地的核心弟子，刚才无意冒犯，还请前辈恕罪。你们来此作甚？一位兄弟身受重伤，想请名医医治，晚辈斗胆，请问前辈可是鬼医？此人留下，其余人离开。一瞬间，寒山与林平言被一股巨的力量推到了远处，同时陆源被一道力量拉到了屋内。小师叔，完了！小师叔，您不能有事啊，不然老爹会扒了我的皮啊！莫要在此喧哗，再敢如此，休怪本座无情，滚吧！韩兄，这次你帮了大忙，日后若用得到玄清宗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没事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这就回去了，将此事告知宗门，他日再与韩兄把酒言欢。陆兄，你可别乱说话得罪人啊，自求多福吧。老韩这家伙故弄玄虚，想要干什么？姑娘与寒山有何关系？寒山，她那熊样怎么会认识这么漂亮的姐姐？不认识。这儿没有其他人，咱们就不用遮掩了。你找个机会把我放出去，有劳了。你来寻我，现在又要离开，是何道理啊？难道搞错了？不应该啊！你看起来怎么是一个废人？这么大一片药源，随便取出一株，都可让世间无数修士为之疯狂，甘愿以命相搏。难道他真是鬼医？见过鬼医前辈，原以为鬼医是一个糟老头子，谁知会是这么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。伸手。那个晚辈自知身体已废，不想让前辈费心了，而且身无长物，恐怕付不起治疗的费用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治病只讲究一个缘分。脉象平稳，不像手上之躯，经脉丹田都很正常。可是若非手上，他的身体怎会如凡人一般？真是奇怪。你是不是还隐瞒着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你确定？你先住在这里，我慢慢治疗。不妥吧？也许这就是我的命数，不能让前辈费神，不如就让我离开吧。不行，你就住在外面柴房吧。啊！鬼医很想弄清楚陆源身上的特殊痕迹，于是开始用各种手段去打探关于陆源的所有消息。陆源看着这片惊世的药源，心里痒痒。可惜了，都不是我的。想要吗？想。很诚实啊。看在晚辈这么诚实的份上，要不赠送几株灵药吧？做梦。对啊，做梦都想要。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若是我满意，送你几株也不是不行。前辈尽管问，晚辈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100年前你曾去过天渊，经历了什么？为何过了100年才从天渊出来？这个说来话长。你去明月城干什么？曾经的红颜离我而去，出去散散心。听到这里，鬼医觉得有些事很荒唐，但又挑不出毛病。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想要几株灵药吗？前辈赐，不敢辞。你小子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啊！别这样夸我，拿去吧。多谢前辈。小滑头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鬼医用了各种手段，也没能查出任何根基破坏的痕迹。漂亮姐姐，您查不出我的身体状况，要不让我离开吧？不行。男丫头，让他离开吧。剑仙前辈，林老，您怎么来了？请上座。鬼医对李牧阳十分尊敬，因为这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为了他是我的一位小友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莫要为难，任其离去吧。李牧阳一直关注着陆源的动向，暗中为其护道。看到他碰到了麻烦，李牧阳不得不出面解决。他居然是您的朋友，剑仙前辈，你们认识啊？1000多年前就认识了。小子，我没欺负你吧？别做出这副很难受的样子。目前来说，我没啥问题。要不是剑仙前辈来了，后面会发生什么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你小子真是能装，之前对我还蛮礼敬的，此刻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那是委曲求全，迫不得已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拿去。多谢姐姐。行了，你们2个莫要斗嘴了。庚子送你一样东西。银枪，地兵。剑仙前辈，您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不是老朽给你的，是天渊那位让我去死域拿这件东西。死域的法则之力不比天渊差，目前的你无法承受罢了。明白了，他让我来运海星域完成第2件事情，说要送我1件礼，应该就是他了。辛苦前辈了。你可以离开了，无需担心修为暴露的问题，老朽会让男丫头为你作证的。不过那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要显于人前，恐有大祸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前辈。李牧阳所说的那件事情，便是那根来历神秘的金色稻谷。2位前辈，晚辈到辞了。李老，您为何认识这小子？
英哥，听您刚才那番话，这小子的身体没问题吗？我为他重塑了道根，已然无恙，只是之前没有理由显于人前罢了。现在有你的出现无碍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求治疗容颜的办法，可以尝试与陆公子多接触，兴许可以寻到机会。真的还有机会吗？走了。李老您慢走。你竟然可以让李老高看，到底有何本事呢？老韩，你在哪？难道陆兄修复根基了？陆兄，你的身体真的好了？怎么修为如此弱？这就是命，能够保留这点修为已经是万幸了。可惜了，不过能让你灵根修复也算不错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老韩你的帮忙啊！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？那个陆兄，这不能怪我，谁知道我随便找的一个人，居然真的是鬼医，你还得感谢我，还敢邀功，真是不要脸啊！跟你学的啊！你这是骂我还是夸我？你脸皮这么厚，就当是夸你喽。老韩，我得回去了。认真的，你目前是弱鸡，很多人对天渊很感兴趣的，你能顺利回到宗门吗？放心吧，我保命手段多的是。行吧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走了。是你？听说你还活着，过来看看。北苍星域的第1妖孽，北荒十杰之一，目光如炬，目中藏着坚定与执着。现在看完了，该让路了。当年你食言了。大哥，当年差点没命了，哪还能履行与你一战的约定？一诺千金，只要没死，无论发生何事都必须做的。我刚刚才找鬼医治好了灵根，你现在就要来欺负我吗？我不欺负你，压制境界与你一战。同境界一战，你要是赢了还好，如果输了那多丢人。听哥的，当年的约战已经过去了，咱们别往后看行不？承诺之事岂可儿戏？话语间，吴君言的气势笼罩在陆源身上，所传来的气息让人心惊。算你狠，10年以后如何？可以，时间到了，我定会去寻你。吴君言以信立于世间，常人不会明白。听说你被甩了，关你鸟事？他会后悔的。我已没了当年的风采，他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在我看来，你不过是下山走了一趟，很快就会回到山顶，俯瞰万里山河。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？如果你没这个本事，也就不配成为我的对手。是在夸我，还是在夸你自己？这叫自信。天下这么多妖孽，为何你就逮着我不放呢？若与他们一战，分胜负，也分生死，与你不必如此。你怕死？死亡没什么可惧的，只是现在还不到拼死一战的时候。你果然从天渊活着出来了，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连幽圣地的候补圣母。这家伙怕是来落井下石。100年前，李景死败于陆源之手，正因为如此，圣子任命无限延期。莫非趁我虚弱之时出手，找回当年的场子？我只想请你去莲幽圣地做客，不去，去不去，可由不得你。你这么嚣张，问过我的朋友吗？老吴，该你出马了。与我无关。若是今日我战死，我们之前的约战也就作废。你莫要挖坟掘墓就好。与你相识，一言难尽。滚吧！李某来此是为了请陆源去往莲幽圣地做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莫说是你，就算是你们的圣主也不敢威胁我。吴君言的背景极为神秘，鲜少有人知道，只是各方圣地曾交代过，在外遇到吴君言，不要与之为敌。告辞。老吴，你可以啊，说句话就把这小子给吓走了，还进来坐会儿吗？散了，你这人太奸诈了，与你待的时间长了，容易上当。这话说的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走了，好潇洒呀，让人羡慕。大师兄，小师弟，有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。什么事？前些日子，师伯修炼的洞府出现了异常的法则波动，我过去查看，发现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放着一封信和一块看似普通的木牌。那信和木牌现在何处？我打开盒子时，木牌自动碎了，应该是师伯设下了禁制，一旦打开盒子，便会激活禁制，从而将木牌击碎。这是来得很突然，让我手足无措。木牌碎裂，代表着你已经成为道义学宫的考生了。等到了特定的时间，道义学宫的人便会来寻你，前去参加考核。道义学宫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以前为兄也只是听说过，从未去过。关于道义学宫的消息，古籍中没有过多的记载，只能推测出它的传承较为久远。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。你好好休息，师兄先回去了。陆源回想着，无论是死狱的银枪，还是道义学宫，都意味着陆源在玄清宗的日子恐怕不会有多久了。春去秋来，转瞬5年，陆源的修为突飞猛进，已经达到了天灵境巅峰。除流星狱总跟一流士兵在得知陆源恢复灵根的消息，各宗的强者一谋前往玄清宗质问。宗主出大事了！召集所有长老来议事殿，让外出的弟子全部回来。是。诸位道友觐见。诸位今日到访，所谓何事？林宗主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我等的来意。我乃天域宗的太上老祖沈时节，我们想要知道关于陆长老的灵根修复及天渊的情况。我们早已解释过，小师弟被封印在了一处结界内，熬了100年才侥幸逃生。你认为我们会相信这种话吗？信不信由你们，事实如此。
不如将陆长老请出来，咱们弄清楚了这一切便离开，免得伤了各宗之间的情谊。我家小师弟死里逃生，无论诸位信与不信，事实就是这样。开启护宗大阵，玄清宗的大阵立刻起，紧张气氛凝固在殿中。双方对峙，众人都明白，若是爆发大战，必定两败俱伤。怎么办？玄清宗都是硬骨头，很难啃下来啊！此刻气氛紧张至极，玄清宗的决然态度让各宗强者心生犹豫。他们发现这一刻的玄清宗并非容易妥协的对象。哟呵，蛮热闹的嘛。小师弟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没事，师兄师姐们，我来解决，相信我。若是陆长老愿意打开心石，让老朽搜魂一探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搜魂好说。小师弟别做傻事，搜魂之事可大可小。陆长老大义凛然，老朽佩服。大殿内气氛紧张，众长老面容愤怒，却也保持着沉默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先算账。算账什么意思？你们看看地上打翻的茶水，那都是我玄清宗的上等茶叶所泡，一杯需要100块上品灵石，很是珍贵。一杯破水需要100块上品灵石，你扯淡呢？而且我还没算打碎的桌椅板凳以及裂开的地板。1万中品灵石太扯了，老朽不可能答应。生怕再出乱子，又或许想快点搞清楚天渊之事。沈石姐咬牙拿出灵石。诸位前辈真是客气，咱们该谈谈正事了。也是啊，现在咱们得谈谈精神损失费了。精神损失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陆远，你这是在戏弄我等吗？小子，你千万不要落到本座的手里。紧接着，董问宗出现在陆远的身前，挡住了众人的威压。东夷宫的老妖婆人已很久了，气氛瞬间紧张起来，仿佛一滴水滴进了热油锅巴。此前我确实说过，搜魂之事可以商量，但我决定拒绝你们的无理请求。以示惩戒。多谢。鬼医姐姐，您终于来了呀！我跟他们说了很多遍，我的伤是鬼医姐姐治好的，可是他们都不相信，还想要搜我的魂，太欺负人了。陆远，老娘和你很熟吗？她是鬼医，鬼医是一个女子。可能是陆源这小子找来的冒牌货，千万不能上当。小师弟太疏忽了，即使要震慑住各方圣地，也不能让一个娇弱的女子扮演鬼医呀！胆敢假冒鬼医来糊弄我们，胆大包天！虽说本座看不出你的修为深浅，但你肯定使用了某种秘法或是宝物。陆源这小子给了你多少好处，居然敢欺骗我等，不想想后果吗？后果我倒是想听一听。现在你若说出与陆源的勾结，我等也许可以原谅你的无知；若你执迷不悟，怕是很难活到明天。很多年没人敢威胁我了。鬼医姐姐，他们真的很愚蠢，说什么都不相信。你小子想拿我当枪是吧？哪敢啊！如果不是看在那位的面子上，我连你一块收拾了。你认为这是威胁，那便是威胁。16银破阵，鬼医的绝学，他真的是传说中的鬼医。玄清宗首座林长生见过鬼医尊者，拜见尊者。尊者亲临，请恕我等眼拙，未能及时行礼相迎。今日之行，怕是麻烦大了。威胁我，谁给你的勇气？小人不只是诡异前辈，无礼之处，请前辈宽恕，以示惩戒。多谢尊者不杀之恩。这小子与我有缘，费了我不少的心思为他重塑道体，尔等若是将他废了，岂不是在打我的脸？我等绝无此意，都是一只脚迈进棺材的老家伙了，莫要欺负年轻人。当然了，如果这小子被同龄人踩在了脚底下，那是他活该，我绝不会过问。尊者此言当真吗？同辈争锋，技不如人，死了也活该。我可没这个心思为一个废人讨公道。尊者深明大义，我等远不及也，咱们走。尊者远道而来，不如坐下来歇息一会儿。我已经让人备好了香茶榛果。不必了。鬼医姐姐，要不你在我玄清宗当个供奉长老吧？供奉，若是每年给我一条极品灵脉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相遇就是缘分，咱们不要谈那些俗气的东西。花言巧语毫无意义。骂了很多天，不累吗？不这样，你会出来应战吗？秦少宗主不要大意，陆源这家伙不是一般的人物。我明白大家的意思，此次我定能将他镇压。秦玉堂金丹境巅峰的修为，比陆源高出一个大境界。我们当中他是顶尖的了，陆源再怎么妖孽，也不可能短短数年修炼至元婴境吧？秦玉堂，当年你多次被我踩在脚下，还是不长记性啊！今时不同往日。小师弟啥时候修炼到天灵境巅峰了？你们谁知道吗？都知道，5年前他回来的时候是地灵境的修为。小师弟的修炼速度比起当年还要恐怖，真是可怕啊！昔日的耻辱，今朝必要洗刷。自从陆源融合了丹医跟色道骨以来，从未真正的出过手，随手一剑就挡住了。难道他的修为不只是天灵境？太弱了！以前我不明白天渊红辣椒斩断我分歧的深意，现在或许明白了。
一定是假象。这是你逼我的。金丹异象，实力是很恐怖，但若有损伤，必会伤到秦玉堂的根基呀！这是要跟陆源玩命啊！金丹异象，这是想要杀了我的节奏。宗主，让我去终止这场战斗吧。小师弟不是凡人，让他自行处理吧。若是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，未来如何能走得更高？横跨一个大境界的较量，你该如何处理呢？很期待哦。本来只是想和你玩玩，可惜你过了。去！反不会真的见到境界？这在我的印象中，小师弟不是剑修啊。别看我也不知道。难道是那里面的百年？不该说的别说，要是让外人知道，小师弟会麻烦重重。好好看着吧。陆源以心御剑，暂时秦玉堂被御剑给拖住了，没办法靠近陆源。金丹之响，弹指可碎。手中没了剑，你如待宰的羔羊，就凭你也想伤了我的金丹异象？别做梦了！不可能！秦少宗主居然输了，他输给了修为仅有天灵境的陆源，而且金丹出现了裂纹，损伤了根基。不可能输的，不可能！以前秦玉堂输给陆源，产生了心结，这次更是败给了修为远不如自己的陆源，心结转化为心魔了。越追起来的小师弟真是帅啊！我也觉得，哈哈。你们还想来试试吗？陆源，你好狠的手段！怎么？难道只允许天狱宗可以杀人，他人不可反抗吗？你们还不走？还想让我请你们喝茶吗？小师叔，你刚才太酷了！净说大实话，奖励你的。小师叔，我也要。啥？什么声音？听不到了。真是个变态的小家伙。不愧是师伯临终前收下的唯一亲传弟子，天赋之高，我等加在一块也不如啊！只要咱们能护住小师弟成长起来，未来的玄清宗必将名震天下，繁荣昌盛。这小子身上的秘密不少啊！无论是施展出来的剑意，还是毁掉秦玉堂根基的那一指神通，都是曾经没有展现过的。小子，恭喜你成为新的北荒使节哦！你说什么？哪个王八羔子排的名单？是不是要害死我？我猜测会有不少原北荒使节过来挑战你。为什么要来挑战我？因为这届他们被一个弱鸡踩下去了，对你很不爽，所以现在也要踩着你上位。我的命咋这么苦？不行，现在的我貌似是有一点点弱，不能硬刚，得赶紧溜。君子报仇，千年不晚。诡异姐姐，最近生活的还舒适吗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求我吧。你想让我带你离开玄清宗，没门！别啊！小子，你现在想走也来不及了，他们很快就到了。这下子真没机会。太离谱了！这次的名单是不是有黑幕啊？小子，北荒使节的吴君言来了，看上去很妖孽。啥？他来了？那得出去看看。100年前，燕千灵与陆源齐名，同为北荒10杰之一。这一次没有他的名字，特地跑来准备踩着陆源上位的。是他，北苍星域第一妖孽吴君言，你也来了。陆源这家伙啥时候得罪了吴君言？这下子有好戏看了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北荒10杰，强的可怕。是他，陆源这家伙居然露面了，这是打算应战吗？好戏上场了，真是令人期待呀！陆源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你说一战就一战，什么玩意儿？老吴，你也来凑热闹？提前过来等着，看你跑。我是一个很守信用的，是吗？进来喝杯酒，带路。老吴，咱们虽然是对手，但也是朋友，对吧？你想说什么？还有4年多便是咱们的约战之期，如果我被某些家伙给踩了，后面你我一战，要是打成平手，岂不是让他人踩着咱俩的脑袋名扬四海了？跟我无关。别啊，那些家伙不可能与我同境界一战，那就是欺负人。要是我出门应战了，估计是打不赢，到时候你还有必要与我切磋吗？你我一战之前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，对吗？这才是兄弟，真帅！从这一刻开始，同辈之人不可邀战陆源，不可堵住玄清宗的山门。若有不服者，可与我一战。吴君言这是要力挺陆源吗？他们俩是什么关系？吴君言一向独来独往，极少为他人出头。小师弟与吴君言关系有这么好吗？同样都是北荒世界，为啥咱们小师弟看起来那么逊啊？往后4年时间里，玄清宗风平浪静，同为天骄，无人敢上门叫阵。甚至像燕千灵这样的人物，也需避让吴君言。只剩下10天了。谁？道义学宫，原来是学宫使者。考核之人在何处？在西侧百里的云霞洞府。人我带走了。好恐怖的实力，我竟然没一点察觉。
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感觉时间好快啊，前辈，我有一场很重要的对决，能不能打完再走？不能。与朋友告个别，总可以吧？行。老吴，到这边来。此刻见你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咱俩的战斗估计要延后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吴，对此我很抱歉，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故，这是你的借口吧？我没必要骗你啊。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是他的实力有多恐怖，我竟然没有感觉到旁边有人。对不住了，我该走了。路人在蓝衣青年的带领下，来到了这片神秘的学府。他望着远处一座座巨大的宫殿，内心充满了震撼。别愣着了，走吧。哦，老吴，真不是我想要食言，下次见面肯定与您好好交流。一座巨大的门楼映入了路人的眼帘，震撼无比。殿门上方隐约刻着4个大字：道义学宫。蓝衣青年一跃至高处，俯瞰着上百位考核者，他朝着身侧弹指一点，引出一个暗黑色的漩涡，通向一个未知的秘境。此次考核能够检测每个人的心性、天赋、毅力、人品等等。秘境内有着诸多的考验，以积分来进行排名，积分靠前的10个人，最后会成为道义学宫的学生。考核时间为5年。一部分人没有丝毫犹豫，一头扎进了秘境，期待接下来的考核内容。路人准备进去的时候，突然被一股柔和的力量挡住了。小家伙，你不用进行考核。为什么？虚空中，蓝衣青年将其他考核者已经送到了秘境，唯独只剩下陆源。当他看到陆源的周围浮现而出的法则，立刻明白了是谁在干预，朝着学宫深处的方向望去，似是在质问。易川，这个人不用考核。为什么？他是地州青宗的人，这个理由够了吗？够了。地州的青宗沦为了北荒伏流星域的玄青宗，不可思议，难怪你要让我亲自去接这小子。原来如此。什么情况？小家伙，沿着这条路走进来吧。晚辈陆源拜见前辈。进来坐吧。是。前辈，我为什么不用进行考核？是不打算让我成为道义学宫的学生，还是另有原因？从你捏碎那块新武木牌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道义学宫的学生啊！莫名其妙就成了道义学宫的人了？不是说还要进行考核吗？咋回事？前辈，您不是在与我开玩笑吧？你觉得呢？像前辈这样的大能，没理由与我一个晚辈开这种玩笑。只是我什么都没做就入学了，总觉得有些不自在。你确实没做啥，但有人替你做了。有人替我做了？难道这事与师傅有关？请前辈解惑。门里吧，先拜老夫为师，稍后再为你解惑。拜师？前辈，您应该很清楚我的来历，我已经有师傅了。老夫知道，200年前老夫与你师傅见过一面，聊到了你的事情，当时已经说明，若老夫与你有缘，可将你收为弟子，你师傅不会反对。您与我师傅见过面？当然，那是第一次与他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您没骗我吧？老夫一大把年纪了，有必要骗你吗？那可说不定，年纪越大越是人精，骗起人来根本找不到破绽，有道理。小小年纪就这么猴精吗？当初你师傅来了一趟道义学宫，拿走了一块信物，他日只要信物破碎，便是你前往道义学宫的时候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你师傅当年留下的书信和玄清宗特殊的道义法则，拿去看看吧。如果道义学宫的某位大能想收你为徒，尽管答应，有利无害。会是假的吗？您若是不嫌弃晚辈资质愚钝，那么晚辈愿拜您为师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老夫的徒弟了。这一刻，黑衣老者想起了陆源便宜师傅的话：要是你不怕承担因果的话，那就收吧，我绝无意见。不过，这份因果虽然可怕，但也有一丝可能变成天大的造化。等了200年，信物与木牌终于碎了，我很期待。可封锁了元气局。这是为师送给你的见面礼，收着吧。谢谢师傅。以后千万别丢了为师的脸面，不然的话，打断你的腿。这是于晨然第一次收徒，要是传了出去，肯定会震动整个道义学宫。也唯有成为了陆源的师傅，于晨然以后才有足够的理由去庇护他。他自认为比不上玄清宗的无数英杰，可也不能让玄清宗的传人受到了委屈。是，弟子一定不会给师傅丢人。滚吧，师傅，我滚去哪里啊？为师给忘了，现在可以滚了。好的，您老慢慢品茶。于晨然的声音嘱咐陆源近期要赶紧提升实力，不然后面肯定挨揍。是。这么漂亮，不愧是地州36个超级势力之一。突然，一块令牌出现在了陆源的手中，上面刻着“云溪”2字，一段信息传入了他的大脑，瞬间明白了令牌的使用方式。陆源心念一动，一道无形的结界封锁了云溪居，外人不可入内。藏书阁，进去看看。
顿时，陆源的眼前出现了一声难忘的画面。放眼望去，大殿两侧立着高耸入云的书架，这里的书籍包含了北荒乃至地州等各个星域顶尖大能的一生事迹，还有炼器书籍、道法御简、布阵心得、炼制傀儡之术、炼丹之法等等。这就是道一学宫的底蕴吗？当真是深不可测。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屋子，算了，后面有时间再慢慢看吧。呵呵，去修行殿开始闭关。你这老梆子居然收徒弟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要你管？这小子有什么来历？不说说？自己看吧。居然与长庚剑仙结了一段善缘，这小家伙的气运不凡呢。他是青宗的传人。你说什么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你这老家伙怎么会突然收徒？这孩子不能有事。青宗的传承者确实不能出了问题。这个小家伙曾去过天渊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？这小家伙能从天渊活着出来，肯定有着秘密。奉劝你一句，有些东西别去打听，小心惹火上身。我知道，我又不傻。你不傻，呵呵。有话直说，别阴阳怪气。我现在心里烦着呢，跟你没啥好说的。你在这儿实在是碍眼，赶紧滚蛋！老子还偏不离开，看你能拿我怎样。陆源盘坐于大殿中，开始修炼，根基已经十分稳固，是时候让修为更进一步。马里哄，喂！出现了一轮明月，由透明逐渐变得实质化。数个时辰后，明月开始缩小，形成了一粒拳头大的金丹。一颗金丹了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陆源内心充满了对自身潜力的期待，他不断推演着金丹大道。开！陆源的眉心显化出一颗金色的珠子，慢慢的飘向他的身后。2颗金丹了，这还不是我的极限。地品、天品、圣品金丹的塑造难度极，需天赋、精性、机缘的完美结合。当陆源感觉已接近极限时，金色道骨似被激活，身体轻微颤抖，强大的力量席卷全身。数日后，第3颗金丹在身体内形成并光泽流动，3颗金丹并排悬浮于他的背后。马里哄，喂！金丹全部归入体内，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。陆源孤独的在大殿中提升金丹的品质，每一步都关乎百年的努力。这是塑造金丹品质的最后关头，100年的苦修都将在这一刻决定。回忆起红衣姑娘的教导和废掉修为的惩罚，陆源不禁心有余悸。究竟为何要塑造完美金丹的根基？等到以后你自会明白。好吧。陆源的质疑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。金丹的品质晋升为了地品，为此陆源咬碎了2颗牙齿。撑不住了吗？不行，我可不想再跟那个娘们相处，太他妈痛苦了。我倒要看看强行熬下去会不会要了我的命。师兄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先看看天域宗打算怎么做吧。自己的梦境与此事应该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我不能告诉你们。师伯，你们真的死了吗？师傅，您老人家莫要怪我，如果我猜错了的话，打扰到您的安眠，并在您的墓前长跪100年。看着棺材内的东西，林长生直接呆滞住。假死脱身之术。愣了很久，林长生有激动，有彷徨，还有一丝担忧。这么说来，当年师傅以特殊的手段假死，很可能还尚在人世。那师伯他们，师伯弟子得罪了，也是假死。接下来的1个时辰，林长生将宗门历史中那些突然死亡的先祖全部打开，10个棺材，除了1个是真身，其余有9个都是假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究竟和我所做的梦有何关联？他孤独地迎接着宗门先祖的一致传承，渴望着理清这些让人深感费解的事情，同时默默地为师伯和师父祈祷。一道玄光从陆源的体内涌出，3颗金丹晋升为了天体，绽放极为强大的金丹之威，让历史内的虚空产生了几分扭曲。天品金丹还不够，若是以前的陆源，肯定适可而止。但红衣姑娘的要求是，不入圣品皆是废品。要是再被你废死，算了，有一种痛叫想起来就。如果你真那么靠谱，那就别让我死，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。陆源尝试着与体内的金色道骨进行对话，打算奋力一搏。金色道骨上面的法则道纹闪烁了几下，像是在回应陆源。哦，妈的，堵了！大不了这条命今天交代在这。陆源又在痛苦中吐出了一口老血，一时间，他的背后出现了很多恐怖的异象虚影，以及岁月古老的道图。陆源感觉自己的灵魂被金丹之力推了出去，金色道骨散发出了光芒，将灵魂吸回了体内，稳固住了道心。老子宁愿死在塑造金丹的道路之上，也不想回去跟那个娘们待在一起了。2位副院长察觉到了天地间的法则变化，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对方，而后掐指推算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无迹可寻。天地法则有变，而且还不知具体的缘由，这可不是一个好的消息。希望不会出什么大乱吧？院长已经消失了5000年，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风雨欲来，这个时代与以往不同，
咱们道义学宫可能没法躲在暗处了。5000年前，学宫的院长推算到了一丝异常的痕迹，只嘱咐2位副院长将学宫镇守好，至此消失不见。以院长的本事，天底下应该没人能杀得了他。不过，就怕院长触碰到了什么禁忌的因果。不想这些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娶我，一切都能商量。我突然觉得这个约定还是比较合适的。陆源闭关已有2年，从心脏处发出一股能量，流淌到了全身各处。同一时间，3颗金丹也发生了蜕变，跨入到了圣品的层次。3颗金丹当是圣品，真的成功了！内视着3颗金丹，陆源显现出了激动和欣喜之色。此刻的他满身是血，气息略微紊乱。金丹速成，修为金丹境初期，现在没时间琢磨体内的3颗金丹了，赶紧修复伤势吧。要不是这间闭关的密室有着精纯的灵气，消耗的资源肯定要翻上数倍。天地间出现了很多声响，天上那是3颗太阳吗？无数人惊呼，表情惊恐，骇然动荡。哦，天地异象，蔓延各界星域。那个方向是？于陈然沿着一缕若隐若现的法则痕迹进行推算，将目光停留在了云溪居的方向，立刻封锁住了这片空间，不让任何人发现这里的异常情况。不是为师要窃取你的秘密，而是你闹出了太大的动静，抱歉了。使出玄术进行观察。3丹同力，圣品无缺。即使于陈然翻阅过各种古籍，也从没有看到过3颗圣品金丹的记载。这小子还是人吗？如果换作是其他人，肯定会动了歪心思。青宗的功德，这是落到你的身上了吗？于陈然心中对这个徒弟充满了期待。这里是一处诡异的空间，辽阔无比的土地上建立着一间简陋的竹屋。成功了吗？下一次见面，不知该是何时。这一世你的笑容，比起以前加起来都要多。卸下你的面具，让你不必那么艰难的活着。这是我为数不多可以帮到你的事情，愿你以后莫要怪我。这一世让我做主吧。来一趟天元。您是？你不需要知道，抱着这个孩子离开以后，他会完成青宗的意志。他知道青宗，我作为宗主也刚得知玄青宗的历史，这事乃是绝密，没想到却被眼前的神秘女子一语道破了。不愧是天渊禁区，她的来历肯定不简单，知道青宗也不足为奇了。青宗的功德，老天爷置若罔闻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会给青宗讨个公道的。上官蓉很想为宗门鸣不平，可自身的力量实在是太弱小了。从红衣姑娘的口中得知，以后这个婴儿可以为青宗讨回公道，眼里有了希望。敢问前辈，我该怎么照顾他？一切随你。您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对他好点儿。是。他望着远处，上官蓉抱着婴儿离开，依依不舍，久久不能收回目光。这一世能走到最后吗？期待。陆源深知3丹圣品的重要性，立马用一朵掩盖住了金丹的本来面貌，伪造出了一颗天品金丹的样子。师傅，您怎么在这里？你说呢？居然是天品金丹的气息，这小子的秘密还真不少，可以瞒过自己的眼睛。师傅，您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人心难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莫要展现出真实的一面。玄逸师傅应该不可能暗害自己吧？你小子别胡思乱想，老子要是想害你，能等到现在吗？嘿嘿，弟子可没乱想。你小子的心思，为师一眼就看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为师也被吓了一跳，心生羡慕。师傅若要，弟子挖下来给您。滚犊子，别来恶心老子！还请师傅为弟子保密。废话，你觉得为师很蠢吗？为师亲自为你护道，生怕出了差错。多谢师傅。行了，真要感谢为师的话，以后去弄点儿好的茶叶。是，师傅，师傅慢走。送走了于晨然以后，陆源坐在屋内，一阵后怕。这次真的是有惊无险，也幸亏是在道义学宫进行突破，放在外面的话，肯定已经引起了巨大的麻烦。嘿嘿，看看第3个约定，镇压除你以外的北荒时节。啥？这个约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镇压北荒时节，那可是同辈之中最猛的一批人了。那个可以商量一下，换一个约定不？可以，那咱们收回约定之事，你娶我，一切都能商量。我突然觉得这个约定还是比较合适的，用不着商量了。开什么玩笑？与你结为道侣，这辈子都别想安生。镇压北荒时节，这事可不好办。美女姐姐，你好酷哦！你排第几名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认识你吗？今日道义学宫的考核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公布结果。第1名宋宁嫣，你有自主选择老师的权利，这是第1名的特权。我选择你。
可以，不过你千万不要后悔。赵以川在道医学宫出了名的严厉，以前不是没人成为他的学生，可后来都被逼走了。我不会后悔。能在考核中取得第1名，实力自然十分强大，碾压同辈，心高气傲。但愿吧。臭小子，入学考核已经结束了，你赶紧过去一趟。啊，师傅，我去做什么？虽然你入了学，但还有很多流程没有走完，让你去就去，别磨叽。既然已经将你徒有成徒弟了，那我肯定不会客气。青宗的传承者又怎样？还不是老子的徒弟，该打打，该骂骂，嘿嘿。是，前辈。这家伙对我的态度好了不少，估计是看在师傅的面子上吧。殊不知，赵以川根本没把副院长的面子放在心里，而是因为青宗。入列吧，站在第1排。在路原来的路上，赵以川已经将考核排前10的名字宣读完毕了，且让他们站在了最前面，加上路原，第1排一共有11人。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凭什么？有谁认识他吗？喂，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他是排在第11位的天骄王庆，他与第10名的积分仅差5点，心中很不甘心，大声问道。对于众人的不满情绪，赵以川站在高处看着戏，没打算出手解决。我吗？来自玄清宗，叫做陆源。听到这句话，不少人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北荒时节，陆源，呵呵，虚名罢了。根据道义学宫的规矩，凡入学考核者不能被评为北荒时节，需低调行事。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有这个规矩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道义学宫的学生和考核者不能参加北荒时节的评选，无数年来都是这个规矩。众人对陆源的无知表示出怪异的眼神，让陆源感到疑惑。我真不知道，我还很纳闷，是哪个混蛋把我选为了北荒时节，害我没过几天安宁的日子。当大家听到陆源的这番吐槽时，他们真的相信这货不知情了。你完了？啥意思？我就吐槽了一下北荒时节的事情，咋就完了？你这娘们能不能把话说清楚？哼！你口中的混蛋是我啊，前辈，您说什么？近几届北荒时节的名单是我挑选的。得到了确认，陆源当场石化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自古以来，北荒天骄的名单都是由道义学宫来颁布的，与道义学宫有缘之人，则有资格参加历届入学的考核，那么这些人便不可进入名单。无数年来，你算是一个特例了。前辈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。没关系，骂我的人多了去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冷静，还对我笑？别，前辈，您别这样，我头皮发麻，全身发怵。你们把落选者送回原处。前辈，我不服。陆源自己解决。我输了，前辈，我不服。你想怎样？我想和他切磋一场，若他能胜，我心服口服。陆源，你的看法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他打？你给我一个理由。证明你有资格成为道义学宫的人，让我们心服口服。阁下这是怕了。且你被列为北荒时节之一，还可进入道义学宫，这本就违背了规矩。你没参加考核却能入学，我的不服。我不需要证明自己，反正我已经入学了。你不爽的话，可以去找道义学宫的高层表明情况。你居然连与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，有什么资格成为道义学宫的弟子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？打赢了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跟你一战，那是我给你机会，可我不想给你机会，你能奈我何？众多讲师暗中观察着这场纷争，觉得陆源与以往的弟子截然不同。换作是以前的学生，面对这种挑衅，早就撸起袖子开干了。你2句话就想让我跟你打一架，脑子有问题吧？你身后还有这么多人，要是谁都看我不爽便要一战，我岂不是得累死？再说了，打赢了我，那就意味着可以踩着我进入道义学宫。你觉得这种机会是免费的吗？没办法，玄清宗实在是太穷，任务店和各地建设都得花钱，偶尔还要给师兄们一些私房钱，养一大家子不容易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真蠢还是装蠢？我再给你一次拜入学宫的机会，你总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吧？我若输了，这个位置让给你，也能得到一些好处，安慰自己。陆源的话让王庆思考了起来。你想要多少？那就看你了。这可是道义学宫的入学机会，不知道在你的心里有多高的价值。赵以川看着局势突然变了，他表面上云淡风轻，内心却泛起了涟漪，淡道：陆源这小子怎么跟个老狐狸似的，没点年轻人的热血娇生之气。我喜欢这个小家伙，不傻。不过这小子能打赢吗？要是输了的话，对道义学宫的声誉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想好了没有？
我可没空等你。给少了的话，那就没把入学的机会当回事。这么多前辈看着呢，就算我的家当都给吧，也没多少啊。这是我全部的家当，都给你，讨要一次与你一战的机会。这小子也贼富有了吧？上千块极品零食，10多万块上品零食，血赚啊！很有诚意，阁下想要与我一战，为的是证明自己不差，从而进入道义学宫，对不对？对。既然是证明自己，那就肯定要表现优异，所以你我同境界一战，才能真正展现出孰强孰弱。陆源给王庆挖了一个坑，王庆乃是元婴期的修士，而陆源刚刚踏入金丹境。依你所言，当着众人的面，王庆很在乎颜面。不愧是当代天骄，豪气！这家伙真是可爱啊！修为高也是你自己修炼的，为啥要同境界一战呢？得了，上当了，又不是朋友间的切磋，谈什么同境界一战？这种举动就是给对手机会，太过愚蠢。看来是王家把他照顾得过头了，修炼了几百年，还是一副初出茅庐的样子，不懂得世间险恶。估计是王庆太想证明自己了，所以没有拒绝陆源的提议。赵一川挥手间，在搭建了一个擂台。来吧！仅是一招试探就落入下风，这家伙不简单了。天金丹有资格参加到医学宫的考核。王庆的天赋自然很高，已经超越了世上无数的修士。太玄从山叶，谁知道你这么着急？不输了。王庆感受到了眉心处的寒冷剑意，虽然不甘心，但还是很服气的低头认输了。经历一战，那些对陆源不满的人都闭上了嘴巴。能被道义学宫破格收为弟子，确实不是简单的任务。还有哪位兄台想要试一试吗？众人沉默，哪敢上前与陆源一战？若是不用同境界一战的话，在下倒是愿意试一试。那不行，你们是要证明自己不弱于他人，怎能占修为上的便宜？让你们用元婴境的修为来欺负我，那还怎么进？如果下次还能碰到你，定要再战一场。这个小家伙绝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，看来是都胆怯了。送他们出去。赵长老活了上万年，居然还是童子之身，不是吧？小子，敢在道义学宫的入学之日赚钱，无数年来你是头一个。嘿嘿，前辈，我没打算赚钱，这是为了减少麻烦，让那些考核失败之人不再纠缠。现在没了麻烦，弟子愿将意外得来的灵石上交给前辈。学宫还没那么小气，你自己收着。此子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，真要上交，为何不直接交给学宫，而是要给我本人呢？小子，你等着，老子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都跟我来。我觉得此事有些不对劲，这次是赵长老主持考核，明知陆源此子没有参与考核，为何还视而不见呢？这不像赵长老的风格啊。陆源是于副院长钦点的徒弟，赵长老估计是给于副院长一些面子吧。狗屁！当年赵长老连院长都敢对，虽说事后被院长镇压了100年，但脾性还是没有改。此次陆源摆明老是走后门，违背了学宫的规矩，赵长老怎么可能会给于副院长面子呢？说的好像是哦。不少人都在嘀咕着此事，觉得赵一川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对于拉关系走后门的事情居然不管。陆源莫不是赵长老的私生子？虽然这个可能性很低，但不能排除啊。这种话可不能乱说，老朽可以肯定，赵长老还是童子之身，不可谣传。哦，赵长老活了上万年，居然还是童子之身，不是吧？卧槽，一群混蛋，别把祸水往老朽身上引啊！见势不妙，炼丹长老直接开溜，宣布闭关，近几年都不会露脸了。老朽不认识你们，以后别来找老子炼丹。哈哈哈哈哈！李之行，你与阵法有缘，入阵几点？莫艳影入炼丹房，曹武坤入傀儡殿。是。赵一川开始宣布每个人的去向。道医学宫共有7脉，分别是主脉、剑堂、镇极殿、炼丹房、傀儡殿、柱门、福宫。很快，各脉的长老将新入学的弟子带走了。自今日起，你们2人便是主脉之人，随我修行。前辈，我不是应该跟着家师修行吗？刚才你师父传音，让我帮忙教导你。不是吧？真是便宜师傅啊！有这么坑徒弟的吗？前辈繁忙，还是算了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不劳烦前辈了。本座只有宋宁烟这一个徒弟，教他的同时顺带看着你，不麻烦。小子，骂我的人确实不少，不过敢当面骂我混蛋的人，除了院长和2位副院长以外，你是头一个。虽然你是青宗的传承者，但我还是得好好教导一下你，顺便帮你提升一下个人能力。他想逃，却无处可逃。师傅，我能恨你吗？喂，你惨了！切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师傅是谁？不告诉你。爱说不说。
他们来到了一座古塔旁，这座塔每一层都有着特殊的法则道运，乃是道义学宫的根基之一。古塔自古以来就是学宫的标志，而登顶意味着天赋、气运和悟性无比卓绝。赵一川年轻到30岁，下一任院长很可能是他。随我来。这是哪儿？怎么这么黑？古塔第1层。赵一川朝空间的深处弹指一点，瞬间驱散了黑暗，一条暗红色。提升精神力量，当你们走到了黑河的尽头，便意味着精神力达到了合格的层次。黑河学院成百上千个学员，想要走到黑河的尽头，只能依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。祝你们好运！哎呦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两人的身体不停地下沉，仿佛没有尽头。这破威压咋这么猛？不能这样下去，必须保持冷静。慢慢的，陆源下降的速度变得缓慢了起来。某一会儿，陆源的身体精神力量缠绕在陆源的周身，为他抵御着这片空间的法则。他的精神力也在缓慢的提升。他们刚入门不久，你就把他们扔到了塔内，是不是要求太高了？主脉之人必须要有着碾压同辈的实力，熬过来，他们才能真正成为道义学宫的核心弟子。这种要求不算高。好歹让他们明白进入古塔意味着什么吧。当他们走到了顶峰，我自会告诉他们，若是走不到，也就没有说的必要。赵一川没把林论仇的话放在心上，一脸淡漠。你小子整天摆着一张臭脸，说话还喜欢对人，老子真想揍你的。你揍吧，时间不多了。过些年当我变得更强了，会揍回来的。卧槽，你真勇敢呐！孩子长大了，不好早知今日，当年趁着他年幼之时，就应该好好调教一番。宋丫头和陈小子的背景来历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别把这两人整死了，不然这段善缘变成了恶缘，咱们道义学宫怕是都扛不住。我心里有数。你心里有个屁的数！老子还是留在这里吧，真要出了什么状况，还可以补救。随你。被河水吞噬的陆源适应了法则，他浮出水面，扫视四周，却未见宋宁烟。他能成为考核第1，应该不至于在这里出事，估计还在底下喝水。一眼望到赵长老，你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！不就不小心骂了你一句吗？他看到陆源，内心生出一股来自对手的压力。我明知道赵长老的训练强度非常高，仍选择成为他的徒弟，只为证明自己，不想成为家族的牺牲品。我不会输给任何人，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好奇怪的感觉，貌似没刚才那样难受了。哦，我的乖乖，原来是跟天渊的法则有点相似。与天渊相比，这里的法则压力那就是毛毛雨了。嘿嘿，还别说，有点舒服。怎么会？陆源这家伙的精神力如此强大吗？这种压力可以承受了，速度快多了。陆源回想着过去的一段经历，精神力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不愧是道义学宫破例招进来的弟子，果然与众不同。慢慢的，陆源的身体漂浮了起来，双脚踏在河面之上，过了许久，逐渐消失在了河流之上。宋宁烟的身体轻微颤抖，充满了不可置信的神色。我一定可以的。宋宁烟不再胡思乱想，咬牙切齿。终于到了，过来喝杯茶不？第一次请你喝茶，免费。真差劲啊！熬得昏厥的宋宁烟弹指一点护住其心神，免得落下后遗症。这个小家伙短短3日便闯过了第1层，而且如此轻松，还破了道义学宫的记录。青宗这个时代的传承者不简单，当年进入古塔的情况不比宋宁烟要好到哪里去。原本你不用受这么多的苦，强行加快步伐，想死吗？弟子有错，请师父责罚。等你达到了我的要求，才有资格成为我的徒弟。若你的心境如此不稳，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小子，你看起来很悠闲啊。没有。准备好了，便自行登塔。后面的路程我不会再出现了，能走到哪一步，便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若是坚持不住了，只需捏碎这枚玉简，便可离开古塔。妈的，这后天境咋这么强悍？从河流中缓缓生出一扇石门。女士优先，想让我为你探路吗？我可不是那种人，只是想让你先行而已。既然你不领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现在的女孩子不好骗啊。陆源来到石门前，谨慎地推开石门。啊！卧槽！瞬间，一股极强的吸力将陆源吞噬了。等待了很久，陆源没看到宋宁烟的身影。我和他应该进入了不同的空间，后面肯定不会碰面了。这里好漂亮啊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后天境的修为，这也太弱了吧！
后天境修行路上的第一个基础，没几个人会重视。曾经的陆源也是如此，好高骛远。后来塑造金丹根基之时，仅有天品。蓦然间，陆源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飘到了空中，同时他的修为也被压制到了后天境，也感知不到体内金丹的存在了。操，这家伙纹丝不动，好硬的拳头啊！古塔内的虚影意志是最为完美的状态，他的真实战力足可横扫万古以来的无数后天境修士。妈的，这后天境咋这么强悍？按照古塔的理解，只要能和虚影战上500个回合，便是过关。这小子已经过关了，怎么还不走？也许是想这种方式磨砺自身吧。这个可能性估计很小，他多半是不甘心挨揍，单纯的想找回场子。赵一川憋了半天，说不出一句话，因为他觉得林问仇的看法很正确。陆源与虚影足足打了7日，由最开始的下风，现在终于打到了平分秋色的地步。陆源一脚踹在了虚影的脸上，心满意足。爹，我不打了。哈哈哈。古塔第3层，陆源的修为被压制到了先天境，对手也是同样的实力。来吧，到了第3层，陆源率先和就这样，他在又是一个硬汉。青宗的传承者果然天赋异禀，根基稳固。按照这种趋势，他可能登上第30层，不会弱于你。这才开始，后面的路十分艰难，不要妄下定论。要不要赌一把？无聊，不赌。你小子真是没劲，除了修行以外，就不能有点别的兴趣爱好吗？有些时候，我真觉得你不是一个正常人，心里有毛病。上万年的童子身放在北方不说是独眼，我也差不多。红尘之事都是修行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哎，你没点兴趣，努力修炼是为了什么呢？变强。然后呢？追寻更高的道，看到更远的路。得嘞，老夫可没你这种觉悟。师兄，和小时候一样，你要听话。宗门有一座巨大的阵法，无数的灵石堆积在阵眼的位置，防止灵气枯竭而导致阵法失效。阵法的中央位置封印着一口巨大的魔窟，魔气已经涌出了大阵，最多2年就要控制不住了。我等已经尽力了，还是没法解决。各宗高层汇聚于此，尝试了各种办法，都没能解决魔窟之事。到了这一刻，所有人都不抱希望了。以本作来看，魔窟之乱已经止不住了，趁着现在还有一些时间，带着宗门搬迁到其他的星域吧。一旦魔窟爆发，那些没有能力躲避的普通修士和数以亿计的寻常生灵，只能等死。若有哪位道友愿意进入魔窟一试，兴许可以解决眼下的难题。这祸事是你天域宗惹出来的，要进入魔窟也是你们进入，难不成还想让我等送命吗？诸位道友请息怒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一开始天域宗若是说出魔窟之事，趁着魔窟尚未壮大之际，很容易处理。是啊，现在没法解决了。天域宗想让我等进去送死，简直可笑。莫要以为当年给了各宗一些好处，便可洗刷天域宗的罪过，那些好处只是赔偿，掩盖不了天域宗的愚蠢行为。面对各宗的斥责，宗主秦阳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，面无表情。诸位，请听本座说几句话。只需要将这颗镇界灵珠放在魔窟的最深处，便能加强阵法，拖延时间，少说也能迎来100年的宝贵时间。届时，本座便可前往北荒的核心区域，求来顶尖大能。谁若敢去，无论成败，愿赠至宝感激不尽。为什么秦宗主不亲自进去呢？本座自知实力不足，难担此任。切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怕死就直说。一枚戒指被秦阳抛到了半空中，使用玄术将戒指内的空间投影了出来。3条完整的极品灵脉，以及各种灵草、宝药、上品刀器。秦宗主好大的手笔啊！伏流星域顶尖宗门的祖脉，也就是一条极品灵脉而已。这些年天域宗在魔窟捞了不少的好处啊！他娘的，天域宗占了天大的利益，如今玩砸了，却想让我等来解决问题，真是气人。上次天域宗便说将全部的资源分给了各门各派，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。诸位可愿一试？秦宗主的手笔虽然大，但一入魔窟，十死无生，再多的好处，咱们也无福消受。送死的事情，老子可不会去干。我去。准。林宗主，宗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。您乃我玄清宗的顶梁柱，不可有任何闪失。不行，我意已决。来之前，林长生便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将宗门内的事情已经交代好了。不可以！如果宗主真要这么做的话，便让我去吧。我死了，对玄清宗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。可您要是出事，玄清宗必将大乱。林长生拍了拍大长老的肩膀，趁机使用玄力，让他的身体暂时不能动弹。
宗主，家里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算我回不来了，也不必担心。那也不行，您是一宗之主，岂能冒生命危险？东西给我。林宗主真要以身犯险，如果秦宗主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跟着本座一起进去瞧瞧。被林长生对了一句，秦阳并未生气，毕竟人家是去送死的，现在让他发几句牢骚话可以忍受。本座自知能力较差，那倒没这个必要。东西。神念扫过，没有问题，将戒指送到了大长老的手里，轻声嘱咐：待会儿直接回去，莫要逗留于此，免得被人惦记。师兄，和小时候一样，你要听话。我若死后，董师弟可以暂任宗主之位，你便安心留在宗门，以后成为副宗长老吧。交代完了这些话，林长生紧握着镇界灵珠，准备踏进魔窟。林宗主大义，我等自愧不如。愿林宗主凯旋。我入魔窟，为的不是你们，是浮流星域的芸芸众生。生活在这片疆域的生灵是无辜的，不能因为某些蠢货的行为而遭受苦痛。林长生意有所指，骂得天狱宗众人无地自容，却无力反驳。开阵。慌，师兄，回家。师兄，林长生这家伙真的不怕死啊！他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吧？若是林长生真能将镇界灵珠放在合适的位置，对咱们起到了极大的帮助。不管后面是解决魔窟，还是搬离浮流星域，都有了足够的时间。众人不会领林长生这个人情，当人情超出了某种界限，会被世人直接忽略，因为世人还不起，也不愿还。魔窟，这是一个大凶之地，即使是大成修士也有生命危险，何况是渡劫期第5境的林长生。这是我的宿命，世间生灵何其无辜，怎能让他们来承担这份因果？林长生一头扎进了魔窟，随着深入，魔气变得越来越浓郁，让护体之术难以承受。护体结界出现裂痕了，即使如此，我也不能回头，必须加快前行的速度。这里如同一口没有尽头的深渊，黑暗吞噬了一切，只能凭直觉来判断道路的方向。继续前行。是从魔窟深处传来，这魔音能影响心智，鬼音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，洞穿了护体结界，是他还是侵蚀他的意识？为师走后，你定要好好镇守玄清宗。师傅，您要去哪里？为师大限将至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不可胡说，师傅您正值春秋鼎盛，离寿命枯竭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呢。往日的画面如潮水般涌到了林长生的眼前，他的心境受到了一丝影响，眼眶不禁湿润了一圈。为什么这个责任要由我玄清宗来担任？为什么？天下势力比我玄清宗强大的多，他们都置身事外，怎么能要求我玄清宗的历代先贤都赴死啊？林长生抵达了魔窟的深处，遇到了魔物的攻心手段。这是祖宗们的情景吗？你难道想看到天下苍生被屠戮吗？不想。我们不为了别人，就当为了自己。若是魔渊大乱，这片故土必将成为魔化之地，故有亲朋也将难逃一劫。师兄，我怕。传承记忆中恐怖的魔渊画面，让他的师弟感到身体本能的畏惧。不要怕，有师兄在。师兄，如果我们回不来了，还有下辈子吗？说不定咱们上辈子也这么说过。那可真倒霉呀！上辈子已经送死了，这辈子还得去。乘风破浪，一往无前。师兄，当年咱们师祖莫名其妙的作画了，是不是也去了魔渊？应该是吧。紫衣人眺望着远方，就当为了自己的后辈子孙吧，争出一个较为太平的盛世。他们不顾一切追寻着先祖意志，明知这是赴死的旅程，却始终无怨无悔。什么？林长生的眼前模糊了，原来是泪雾遮挡住了视线。等到他眨了眨眼睛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两位先祖的画面。不同鬼魅的声音落到了林长生的耳中。你做错事，天下之大，因此本事和错中得去，为何要相信掉自己的心呢？不值得的。各种声音传来，似老者的教诲，女人的媚音。各宗强者自私至极，为什么要我玄清宗来承担这份责任？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安枕无忧？为什么？为了后辈子孙，为了太平盛世。魔窟内的诡异力量正在劝阻着林长生放弃这种行为。
不，先走之至，毋庸置疑。林长生以强大的心智恢复了过来，眼里的迷茫瞬间消散，再次启程，硬扛着无数的魔音，来到了魔窟的深处。乖人，奴家下乡里了。妖孽，死！乖人好狠的心啊！乖人真是嫌奴家不够好看吗？林长生还是没有被魅惑，且沿着石壁画一直往下。善良的好无语，如若落水失忆，我临此地，没打算活着出去，以死而已，有何可惧？那你去。林长生没打算与魔物纠缠，他的任务是要将镇界灵珠送到魔窟之底，不能被拖住。本命宝剑破碎，对林长生造成了反噬，吐出几口老血，不顾自身的伤势，发疯似的加快了脚步。不能失败，性命可以丢，任务一定要成功。他开始不顾一切的燃烧寿命，鬼魅之声传遍了魔窟的深处，极为刺耳，直击灵魂。林长生听到这阵鬼音，体内气血翻滚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昏厥，紧咬着牙关，死死地守住道心。就是这里了。终于看到了魔窟的底部，被眼前所见的一幕而震撼。冰寒千古，万物犹尽，第一细剑，万我独神。林长生同时使出了静心诀和护体术，在周身形成了数道护体屏障，准备硬扛这一击，借助缓冲之力冲向魔心。一道尖利不甘的声音回荡在魔窟深渊的每一处，跳动的红色心脏暂时失去了生机，一切归于平静。外界强者看着魔气减弱的这一幕，都知道林长生已经成功了，大喜不已。林长生身受重伤，道心受损，飘荡于魔窟深处的黑暗空间。他已经没有力气离开魔窟了，生机在不断的流逝，一缕缕魔气缠绕在了他的身上，欲要夺舍。突然，一道白光从林长生的体内乍现，将魔气瞬间荡平。怎么回事？从林长生的体内飘出了一个符印，随后碎裂扩散，蔓延到了身体的每一处。他的身体轻微震动了起来，曾经梦中的零碎画面连接到了一起，一切的谜题全部解开。随之，林长生蓦然睁开了双眼，受损的根基正在快速修复。那是地州的魔渊。林长生终于消化了脑海中的传承记忆，青宗，他也明白了玄清宗的前身地州青宗。我还不能死，还没有完成先祖们的意志。于是林长生凭借着传承记忆的那一丝力量，抵御着魔窟内的无穷压力，拼命地朝着魔窟出口而去。什么？林长生居然还活着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看他那样子，貌似受了些伤。要不要打开阵法的一个缺口，让林宗主赶紧出来？暂时不要解开阵法，可能林宗主被魔气侵蚀了，现在已经变成魔物了。若是他们不打开阵法的话，自己很难出去。也许林宗主已经被魔念夺舍了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。既然林宗主当初愿意以身犯险，肯定是做好了为苍生大义献身的准备。咱们不能贸然放出可能被夺舍的林宗主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有道理。不少人附和着。虽然林长生位于阵法之内，但隐约间听得到各宗强者的言论，内心生出了一丝悲凉之意。值得吗？似是残留于体内的魔音，又像是自问之语。林长生缓缓合上了双眼，为历代先贤感到不值。我有天照镜，可让妖魔显化原形。天照镜没有任何的变化。林宗主没有被魔化，赶快开阵救人。杜宗主的天照镜确实是至宝，但很难看破那种实力极为恐怖的魔物吧？是啊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如果真能有魔物瞒过天照镜的探查，诸位觉得那样的魔头会被区区一个阵法困住吗？你们的心思本座很清楚，但你们莫要忘记了，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传到玄清宗，一旦因为我等的原因而害了林宗主，想清楚后果吧。这事要是传到了玄清宗，肯定会和各大宗门拼个鱼死网破，想想就头疼，连忙打开了阵法。多谢。不必道谢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况且你若是因为阵法不开的缘故而出事了，东夷宫难逃干系。林长生扫了众人一眼，不再说话，朝着出门的方向而去。水，
陆源注视前方那片广阔无垠的水域，恍如面对一片汪洋大海。心静如水，此地与我的道心似乎有所牵连。一番探查后，陆源做出了某种推测，于是他闭上双眼，在水面之上盘腿坐下，开始打坐修炼。正当他认为自己即将过关时，意识突然被吸入一个奇异的空间。这小家伙最爱钱财吧？他的心境没受丝毫影响，就算他知道是幻象，古塔内的法则直指人心，不可能无动于衷啊！是不是他以前都在伪装？我曾调查过陆源的所有事，深知他痴迷于追求灵石。如果一直是装的，怎么可能自小就是这样的？恐怕没这个可能。或许对他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不是钱财本身，而是获得钱财后如何去运用。也只有这个解释了。陆源回到了玄清宗，与宗门亲人和谐共处，喝茶，聊聊天。一日，魔窟爆发，整个浮流星域迅速被魔气侵蚀，生灵涂炭。陆源亲眼目睹了宗门弟子一个个陨落，到最后，宗主林长生和护宗长老董问君落得凄惨的下场。面对这种惨状，陆源内心剧痛，泪流不止，脸色苍白，全身颤抖无力。尽管他拼尽全力想要阻止这一切，却只能绝望的嘶吼。陆源的意识骤然回到本体，睁开眼，两行清泪滑落，心如刀割，悲痛欲绝。醒来后的陆源心境未能达到要求，没能通关，在13层继续接受磨砺。通往14层的门已经显现，他眼中多了几分沧桑，神态略显憔悴，暂时没打算进入。出来吧。陆源看向赵一川、林问愁和宋宁烟三人，僵硬的行礼。前辈，你们在里面待了4年，有所收获，现在需要好好调养。陆源仅用1年时间通过了前12层，而在第13层却耗费了3年时间。我看你们俩的状态不适合再到塔内修炼了，以免陷入幻境无法自拔。以后还能进去吗？道一学宫的弟子每人共有3次进入古塔的机会，放心，将来还有机会的。这家伙对我的态度大为改观呀！难道是我在塔内的王八之气折服了他？呵呵，3次之后就不能再进了吗？这是一次考验，也是对自己的磨砺。不过也不是绝对，只要你能登顶，得到古塔的认可，那么就没有次数的限制了。这位前辈是和你师父一样，道一学宫的副院长林问愁。副院长，见过林副院长。不必客气。刚才您说，只要登顶以后，便能随意进出古塔。难度很高吗？古塔内的魔力对自身有着不小的帮助，若是可以经常进入修行，收获肯定极大。不是很高哦，那就好，希望很大。是非常高，上次登顶之人还是在2万年前。啥？2万年前？合着一开始你是在逗我？陆小子，我看你有一丝登顶的希望，加油！看你在塔内的表现，的确出众非凡。如果不是于晨然那老班子抢先一步收你为徒，我也会不顾颜面的将你收入门下。若有这样一个可以传承我衣钵的合适人选，将来即便离世也能安心无憾。算了吧，我可没这个本事。年轻人们有时候就得骄傲一点，狂妄一点，不然怎么算年轻人呢？但前提是行事要有分寸，切勿触碰底线。别听林老头胡说八道，真要那样容易招惹是非。只要不玩死，就往死里玩，千万别手软。古塔中4年的磨砺没有白费啊，感觉即将突破至金丹境中期了。嘿嘿嘿。师兄师姐们，4年了，你们还好吗？不如去晨星殿看看他们的消息吧。见过长老。不必行礼，于副院长的高徒来晨星殿有何要事啊？弟子想打探一些消息。陈师只想知道什么呢？玄清宗最近的消息，以及浮流星域的魔窟之事。等一下，老夫找找。按规矩，这份信息值1000块上品灵石，不过陈师侄初来乍到，首次打探就免费赠送吧，快把乾坤袋收起来。这不太好吧？你若不收下，那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既然长老都这么说了，那弟子就收下了。多谢。有时候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。于副院长活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收徒了，肯定会好好培养。现在不投资，更待何时啊？陆源神念进入玉简，了解到浮流星域近期发生的事件，尤其看到林长生闯入魔窟，不禁心中一紧。还好林长生活着走出了魔窟，有惊无险，陆源松了一口气。
现在前往玉心亭等候。长老，弟子有事先走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身处此处，犹如置身仙境，白云飘飘，还有仙鹤穿云翱翔。宋师妹，古塔试炼中你走到哪一步了？秘密，故作神秘，还摆架子，我才不惯着你。赵一川施展出特殊结印，解开部分空间禁制，其中。老黑，快出来！空间震动，天空扭曲，一头身长1000米的巨蟒陷入根无形的压力笼罩在陆源和宋明烟心头，令2人恐慌不已。赵一川上前取出药材，为黑蟒疗伤。赵长老，这是我们院长养的宠物。啥？宠物？我还以为是护宗神兽呢。咱院长的癖好貌似有些怪异。嘿嘿嘿。院长消失了很多年，老黑一直没能离开这片区域，真是难为他了。什么意思？黑蟒被院长封印在这里，身上刻进了特殊的烙印，唯有强大到足以打破烙印枷锁时，方能离开。他定期尝试冲破法则限制，每次都弄得一身伤痕。那确实苦了黑前辈了。用不着可怜老黑，倒是可以可怜一下自己。陆源听闻后，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。宋明烟也感到了一丝不安。老黑，这2个小娃娃是我道义学宫的新弟子，今天带过来是想让你调教调教，也顺便让你解解闷。知道了。只要不晚死，就往死里玩，千万别手软。赵长老，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，我一个人能好好修行的，用不着开小灶。宋明烟虽然恐惧，但为了成为赵一川的弟子，硬着头皮不拒绝。老黑，这家伙比较调皮，你多照顾照顾。别啊！赵一川不予争辩，转身离开。开局陆源被老黑揍得哭爹喊娘，离别时成为生死兄弟。前辈，咱能不能商量一下，下手轻点儿？一巴掌将陆源拍飞10里，用实际行动拒绝了陆源的请求。陆源被揍了半个时辰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宋明烟目睹这一切，娇躯微微一颤，内心不安。不过他运气很好，黑蟒只是稍稍教训了一下，不像陆源这么惨。小子，你受的都是皮外伤，没2天就好了。2天以后，本座再来揍你，做好准备吧。我不想活了，你揍就揍吧，为什么还要给出一个特定的时间啊？你知道等待的时候比挨揍还要难熬。唉。黑蟒好惨啊！师傅肯定是在报复他，谁让他当初大骂是哪个混蛋颁布的北荒时节名单？还有用！陆源的修为被黑蟒揍到金丹境中期了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好好稳固根基。下手为狠，手下留情啊！为了你好，你要坚持住。黑蟒这是给陆源喂招，大大增强了他的实战经验。你也揍揍那个丫头，别只为我一个人好啊！那就2个人一起揍。陆源，你等着。如此高强度训练持续了4年，陆源的修为已经到达了金丹境后期，宋明烟也到了元婴境后期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陆源与黑蟒的关系逐渐缓和，感情增进不少。时间流转，赵一川决定过去查看一番。看到眼前的景象，赵一川脸上显满了惊讶。黑哥，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再多烤一会儿。黑蟒用灵力卷起一壶美酒，尽情豪饮。好的，按您的意思，多烤一会儿。旁边还有灵果，哥，您先吃着。你小子挺上道嘛，不错。怎么回事？你们这是？老黑，你怎么还吃上了？嘴馋了呗。多年来，除了零食，口中毫无滋味。自1年前起，陆源无意间吸引黑蟒共进美食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喂养之路。幸亏我也嗜好美食，随身携带大量鲜肉、坚果及美酒，不然这日子怎么熬？除了挨揍还是挨揍。现在不好意思再下手了吧？嘿嘿嘿。近1年来，只有宋明烟被挨揍，而陆源毫发无损。看来是我疏忽了。一心修炼，未曾想过为老黑准备美食之类的。黑蟒从出生就在道义学宫长大，早早被关在这个空间，对外界事物充满好奇和向往。差不多该走了。黑哥，我得走了。黑蟒显得心情低落，担心陆源走后又要回归单调的石头生活。黑哥，这是我所有的存货，都给你。老弟，先前对你有所怠慢，对不住了。黑哥不必客气，
若非你帮忙，我哪有这么快的速度提升修为？我感激不尽，怎会记恨？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你以后若是遇到麻烦，打不过就先避一避，等我出关了，一定帮你找回场子。黑哥，你是不知道我这1年多怎么熬的，根本没有白费。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，不能再让你逗留了，否则老黑不知道会被你忽悠成怎么样。黑哥，等你出来，我带你吃遍天下美食。真的？当然真的，我们是兄弟吗？赵一川赶紧拿着木刺明烟迅速离开，真怕黑蟒被彻底洗脑了。总算是可以松口气了，这每天伺候黑哥，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你小子可以呀！嘿嘿嘿，你师傅找你有事，快去吧。妖孽休想挣脱宝典，绝不容你再度为祸事情。这是魔念的意志虚影，别让他破腚而出了。好可怕的家伙！陆小施主，贫僧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能帮什么？借施主眉心处的一滴精血。我的血有什么用？一个金丹修士的眉心精血，难道还可镇压神桥境的魔头吗？就是这么做，并有深意。也许这个小施主没有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。但愿住持之举能将魔头镇压住。若是让魔头破开佛影，眼归大事，必将涂炭生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用清宗传人精血，借用清宗之威，小施主，接下来贫僧说什么你便说什么，拜托。好。太清之台，灵法归心，驱邪镇魔，护身平世，3在无己，6道戒法。太清之台，灵法归心，驱邪镇魔，护身平世，3在无己，6道戒法。怎有如此之味？这是什么？好浓郁的正气。是他吗？只是重伤还不够，今日必要将魔念斩，以绝后患。无上无尽，星台知县。无上无尽，2道虚影一指，就将魔念镇杀了。我们的先辈耗费了无数心血，都没法将这道魔念彻底抹杀，而这2道虚影却轻易做到了。是呀，这2道残影意志是何方神圣？难道他是住持？佛门难安，普度众生，济世救人。佛门以前错了，现在由贫僧掌道，不可错上加错。老衲有罪，心念不达，请住持责罚。罚你入世10年，不可使用佛法，以凡人心之身，体悟人生百态。是。今日之事，若无许可，不可外传，不可议论。违者，废除修为，逐出佛门。遵法旨。孩子，你该醒。大师，魔头已经被镇压了吗？魔念已毁，不留祸患，此次能解决魔头，多亏了陆小施主的相助。我啥也没干。你来了，便够了。大师，我刚才好像去了一个很难描述的意识空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以后小施主就会知道了。好吧。陆源被师傅连红带骗的来到了东土，当他还往年的人情。这就是东土天虚寺吗？很独特呀。请随我来。住持，他到了。见过高僧。于老头为何派他的徒弟过来？难道此举有什么深意？贵客临门，无需多礼。只是看我一眼，就给我这么强的。这老和尚应该是大成期的绝顶强者，不比咱们院长差呀。令师可有话让你转达？有一样东西，师傅让我务必亲手将这枚玉简交给住持您。老和尚，这份因果就看你有没有打破成少，既是劫难，亦是造化。老和尚眼神中多了几分复杂，有那么一瞬萌生了让陆源离开的想法。罪过，罪过！既然你知陆施主的身份，若将其赶走，恐伤道心。陆施主暂且在客房休息，贫僧还需再思考思考。好的，随我来。
过去东土佛门因为惧魔冤的因果，严禁门下僧众涉足地州，以免带来灾祸。如今陆源的到来，迫使老和尚不得不面对这一难题。若东土佛门当初也如同青松般选择戒律，恐怕现今的处境同样堪忧。佛门始终秉持普度众生的理念，确实在东土保佑了无数凡人过上安宁生活。玉简内还有一句话：老和尚，东土佛门或许无力拯救众生，但能否庇护那位挽救众生的青宗传人呢？罢了，缘分至此，佛门不可回避。陆施主，此乃我天虚寺的镇寺宝典，蕴藏着无上的佛法。5万年前，东土出现了一尊实力恐怖的魔头，曾炼化一颗生命星辰作为修炼资源，导致亿万生灵惨遭涂炭。天虚寺及众多佛门强者联手，终于将魔头收服，但未能彻底消灭，只能将其镇压于宝鼎之下，希望借助佛法之力逐步进化。大师，佛鼎内的魔头真的如此恐怖吗？的确非常可怕，倘若魔念破鼎而出，东土将会有无数无辜生灵受难。本想借助道义学宫的正宗秘术，谁知阴差阳错让陆施主来了。秘术，晚辈刚刚成为道义学宫弟子，还未修习大师所说的神通秘术，恐怕无法助上一臂之力。陆施主，你能帮上大忙。我一个金丹期修士，怎么帮忙？你不必担心，稍后按贫僧的指示行事，一切自有安排。好。小姐，陆公子到北苍星域了，下去吧。你小子到了我的地盘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。慕容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可是北苍星域，有我慕容家不知道的事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慕容姑娘是来找我的吗？还你的钱。怎么只有这点？说好的3000呢？最近囊中羞涩，下次补上。你可是慕容家嫡女，怎会如此拮据？家中都快揭不开锅了。这小妮子。小姐，慕容家还没穷到这个份上吧？罢了，看在相识一场，还本金即可，两不相欠。我欠债必还，否则有损名誉。好吧，还剩2000，我会还你，这辈子我一定还。早知道你会，那个啥，当年就不该收利息。哥的魅力有这么大吗？嘿嘿嘿，特意跑来还钱，不请我喝杯茶。坐吧。东夷宫之事可知否？何事？白希雪被封为圣女。哦，你不意外吗？与我何干？你何时变得如此八卦？看来你已放下过去。无他事，我走了。你确定？行吧，那武君言和寒山的消息你就慢慢等着吧。啊！别，不走了，我洗耳恭听。哼，我不说了。别呀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快说。看你态度极好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说吧。你可知人灵星域的四圣宗？听说四圣宗是人灵星域仙势力，共4脉，主脉与3支脉，内有顶尖大能坐镇，底蕴深厚。寒山很可能与四圣宗主脉有关。什么？数百年前，四圣宗主脉因争权陷入动乱，以子身亡，实情复杂。近数十年，四圣宗隐微来到此地探寻寒山，被慕容家探子发现。有意思。四圣宗主脉2公子离开人灵星域，可能已知寒山存在，前往云海星域。寒山对其继承人地位构成威胁。懂了。那老吴的消息呢？1月后，他与长孙茜有一场约战。约战在哪里？人灵星域，从此地赶过去半月足矣。谢了，慕容姑娘。不客气，记得欠我一个人情。要不那2000灵石不用还了，抵消人情。休想，那也太便宜你了。人情债最难还。走了。呵呵，陆源，休想逃出老娘的手掌心。老韩，我来了。陆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呗。陆兄，当初你与吴君言约战的事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出现意外了。该声叹气，有烦心事说来听听。300多年前，我被师父捡回，成为乾蓝圣地的弟子。最近四圣宗的人找上门，说我是主脉嫡子。你怎么不觉得惊讶？之前慕容家告诉我了。这样啊？无论四圣宗多强大，我的兄弟只有我能欺负，别人不行。有麻烦随时叫我。你就吹牛吧，反正不要上税。我听说四圣宗主脉2公子可能要来找你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素未谋面的老弟来找我，估计来者不善，我没法躲避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老韩，这个你拿着。子母玉佩，这东西一般的宗门可是没有的。我大师兄给的，你收着，遇到麻烦捏碎玉佩，我会在最短时间内赶到。行，我先收着。老陆，你突然这么关心我，有点不适应。滚蛋！如果真碰上大麻烦，尤其是四圣宗的，你真能解决问题吗？不是我不信任你，而是不想把你拉下水害了你。能。那行，我记住了。我走了，下次见面该你请我喝酒了。不愧是2位北荒世界的战俘，这影响力。老吴那家伙会在哪里呢？
据说长孙小姐以前很漂亮，碾压群芳，为何现在变得这般魁梧？从我老爷子那里得到消息，长孙小姐100年前得到了一本上乘秘法，修炼的时候走火入魔，导致身材大变，容貌尽毁。可惜了啊！我听说吴君言以前被某侍女下过春药。我操，这个消息很劲爆。这家伙的卖相，活该被下猪。真他妈的恨无数。我也不乱，等老吴打完了再和他聊聊。现在可不能，免得调转枪头来打我。一命不如一见，这姑娘以前真的很好看，谁家女子用斧头做兵器，光是这都能压死一大片姑娘，也就老吴配小这角色。吴公子，你是一个最注重承诺的人，若你败了，可要陪我游玩7日，不得反悔。只要你能胜，吴某必定遵守承诺。好，我就喜欢吴公子这种性格，说一不二。战斗马上开始，不少人开始开盘下注了。我押100块上品零食，买吴君言获胜。好嘞，兄弟，我这是对你的一种支持，别让我失望。长孙公子，您来了。长孙公子，我们下注纯属娱乐，没有对缥缈宫不敬的意思，请公子饶恕。没关系，我不是来问责的，是来下注的。长孙枫叶乃是长孙健的亲哥，亦是缥缈宫的圣子，北荒10杰之首，实力深不可测。1000块上品零食，意思意思，押我妹妹赢。好嘞。兄台的打扮看似简朴，但气质非凡，不知是哪方宗门的高徒。散修罢了，气质不俗的青年，即便是散修，未来也可能拥有很高的成就。这件事，我就想低调的看完这。我怎么有一种希望老吴落败的感觉？那样我就能看到他陪着长孙倩赏景观月的画面了。那画面真期待啊！兄台如何称呼？我能不说吗？能。在下长孙枫叶，是长孙倩的兄长。原来是缥缈宫的圣子，失敬。兄台不必装模作样，你的眼里对我没那种谄媚的味道。虽然你故意穿着普通遮掩来历，但你的气质不俗，并不是普通人。圣子肯定看错了，我就是一个俗人。哥，算我求你了，赶紧走吧。妈的，真想拔腿就溜。俗人好，我也想当一个俗人。大战腰斩起头，上天的回合，感觉此战就要分出高低了。老吴的剑意怎么有几分熟悉的味道？难道老吴以前学过玄清宗的剑术？不可能啊，从没听说过这件事情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待会儿直接问问老吴吧。你败了，从今往后莫要来烦我。我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，这辈子我肯定要缠着你。吴君言，你跑不了的。你耍赖。走吧，别站在这里丢人了。哥，我一定要追上他。就你现在这副模样，谁能看得上你？哥，吴君言看我的眼神很平淡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只要我能打动他的内心，他肯定不会在乎我的容貌，而且等我的修为更进一步，肯定能恢复从前的模样，不会委屈了他。你不嫌丢人，我都嫌丢人。走。吴君言的剑术，红辈之中难寻敌手。长孙小姐如此彪悍，居然输给了吴君言。此战的结果，恰恰证明了长孙小姐这样的人物，只有吴公子才能降服。老吴，我来看你了，聊聊。真没想到可以在人林心玉碰到你，当真是意外啊！我操，你想拍死我？老吴，别这么带火气啊！你还好意思来见我？不怕我杀了你吗？如果你真想杀我，刚才就不会那么温柔了。哼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了结那场尚未解决的约战吧。等等，要打的话，也得先坐下来喝杯茶。如果我想违背诺言，何至于来找你呢？上次你也看到了，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生平最讨厌被性弃义之人，我真的还能再相信你吗？能，坐吧。老吴，你怎么被缥缈宫的长孙小姐缠住了？你们之间发生了何事？不想告诉你。切，算了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学过玄清宗的剑术？何出此言？你与长孙小姐一战的时候，我感觉你的剑术中蕴含着一丝玄清宗的道义。哦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凝聚出一道剑意，让我仔细观察一下。我介意。口是心非的男人。看着这一道无形的剑意，仔细观察，眼神逐渐变得凝重。但真怪了，
吴君言的剑术为何与玄清宗有一丝联系呢？老吴，你的剑术应该不是出自吴家吧？跟谁学的？不可说。据传，在你年幼的时候，仙鹤落于吴家的地界，将你带走。也就是说，你的一身本领都是未知的存在所传授，那个存在可能与玄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的剑术为何会与玄清宗扯上了关系？难道我的师傅老吴，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还不够强，没资格说出年幼时的那段过往。若是你没有到达横推同辈的高度，没有修炼到渡劫期的境界，没资格向外提起为师的名字。别想那些糟心事了，喝酒。老吴，当年的约战没能完成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今日既然碰到了，要不咱们做个了结？现在没这个心情，下次见面再说吧。你想好了？这可不是我爽约了，是你自己不想打。长孙枫叶这个人你怎么看？深不可测。具体呢？那家伙刚才还顺走了我的一壶酒。他是很多人公认的十劫之首，其修为可能以智化神境，远超统领。十劫之首不简单啊！大神姐姐啊，你要我把北方十劫全部击败，这个约定有点强人所难啊！除了长孙枫叶以外，还有不少人都想寻到你的踪迹，把你击败，踩着你上位。以我目前的修为，短时间内敢露面吗？让他们找去吧。老吴，我得回玄清宗了，有缘再见。我觉得咱们很快就能再见了。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小师叔，是小师叔回来了。见过小师叔。免礼吧，家里没事吧？戒备这么森严。没事。臭小子，出去那么多年也不知道传信回来，报个平安。小师弟，这些年你去哪里了？没受欺负吧？怎么没看到大师兄？约莫15年前，天域宗地底魔窟即将发生动乱，大师兄孤身犯险，暂时镇压住魔窟。虽然大师兄活着回来，但也受了较重的伤势，至今闭关不出，情况未知。放心吧，大师兄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去看看鬼医姐姐吧，估计已经走了吧。小师弟，你回来了。大师兄，鬼医兄还在闭关，暂时不能与你见一面。师兄，你还好吗？一切都好，不必担心。那就好。小袁，师兄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师兄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，不只是你，还有道义学宫的师傅。等你真正长大了，自然就清楚了。又是这种话，好好待在道义学宫，莫要四处招惹麻烦。好的，师兄。去吧。小师弟，可能这是你与师兄的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打算再闭关个几十年，便起身前往地州的魔渊，这是身为青宗传承者的宿命。他怎么在这里？有事吗？没事，碰巧路过。听说你成为了东夷宫的圣女，恭喜了。谢谢。快叫袁哥哥，袁哥哥。白姑娘，莫要忘了，你我因果已断，你刚才的这个称呼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抱歉，是我逾越了。告辞。望着陆源离去的方向，白希雪自嘲一笑，眼泪滑落到了嘴角。此去天渊，危机重重。袁哥哥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我都会等着你。味道变得很苦，不是眼泪苦，而是他的心。这就是罪有应得吗？对不起，这辈子不求能与你再续前缘，只求可以看到你的背影。今日能近距离的见你一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与我无关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前辈，陆公子怎么有空来此？前不久，晚辈去了一趟东土，给前辈带了几壶好酒。老夫笑纳了，谢谢公子。前辈客气了。东土乃是佛门的地界，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没受委屈就行。如果我受委屈了，前辈难不成还会帮我找回颜面吗？若佛门欺你，老朽愿意拿着这把破剑，踏平佛门金寺，与佛门的那群秃驴好好聊一聊。他的剑好像很期待再次绽放剑威。前辈放心，我没受欺负，不至于如此。无论你是青宗传人的身份，还是与天渊禁区有关系，都值得我为其一战的。晚辈来此有一事相求。公子请说。天域宗地底的魔窟，前辈知情吗？知道。前辈能否出手解决？老朽不会去解决魔窟之事。为何？时机到了，自会有人前去解决。况且老朽已有万年没有出手，不会为了一个小小魔窟而断了悟道之路。好吧，是晚辈叨扰了。既然前辈因为悟道而不能出手，为什么刚才说只要自己受了委屈，便会前往佛门讨要公道呢？这估计是客套话吧。陆公子放心吧，小小的魔窟而已，成不了气候。等到时机成熟，魔窟之祸定能解决。多谢前辈告知，晚辈告辞。一路平安。没想到
玄清宗的现任圣主，能觉醒传承，天赋不错啊。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，赶紧回到易学宫，希望回去以后不被师傅责罚。滚过来！还没落地呢，您老人家就感应到了。完了，听师傅的语气不太合适，那是要挨揍了。师傅，钓鱼呢？你还知道回来？弟子稍微耽误了一些时间，请师傅责罚。确实该罚。真是嘴贱啊！你去找赵长老吧。师傅，赵长老公务繁忙，不必麻烦他了吧？师傅，我害怕被赵长老穿小鞋啊！看你还唧唧歪歪不？师傅，小心我不给你养老送终啊！见过赵长老。有件事让你去办。什么事？陪着宋丫头走一趟，前往三河星域的天河。天河星域？去那里做什么？解决一件俗事。年轻人应该多历练，让你陪着宋丫头走一遭，也算是对你的一种磨砺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好吧，身不由己啊。具体的事情，宋丫头会告诉你的。小子，这一趟可能不太平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卧槽，这老六又要去古族宋家搞事了，真有意思。你想改变宋家的立足之规，除非你的实力到达了可以碾压一切的高度，不然痴心妄想。人生在世，有些事情总得尝试一下，不到最后怎能得到答案？这一次回去，你是想取消宋家与缥缈圣地的联姻，对吗？是。这么做，你不怕惹出祸事吗？两方大势力之间的联姻，可不是想断就能断的，其中牵扯的利益太大。以前不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好歹也是未来院长的亲传弟子。有脾气，我欣赏你。你不怕被牵连了吗？说真的，我不想连累你。这么精彩的好戏，要是我错过了的话，那将是此生最大的憾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明日就出发。师傅，这次前往宋家，碰到事情了，无需害怕，有为师替你撑腰。只要宋家那群老家伙的脑袋没有出问题，便没有胆子对你下死手，顶多暗中使绊子，就当磨砺了。是，师傅，弟子肯定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。只要你在北荒不做出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，为师都能给你兜底。谢谢师傅。此去天河星域需要横跨数百上千个星域，我送你们一程吧。大小姐回来了。宋明烟眼里的那一丝不安变得越来越明显了。怕了，宋家不愧是北荒古族之首，财大气粗。这里可不是外面，少说话，谨言慎行。脸色苍白，内心还是这么恐惧，看来要在短时间内拔除扎根于灵魂深处的巨蟒田和人物。晚辈陆源，见过宋家诸位前辈。陆少侠，请入座。多谢。听说你已成为赵长老的亲传弟子，不错。爹，我不想成为联姻的工具。这丫头蛮聪明，敢当着众人的面跟他老爹掰手腕，只可惜你只是女儿身，若是男儿身，肯定能得到你爹的喜欢。过几日缥缈圣地的长孙公子便会过来，届时你们见面，相互熟悉。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。如果可以，爹何尝不想让你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？可身为家主，必须要为了宋家的未来着想。作为父亲，我能做的就是给你找一门好的亲事。个人能力再强，岂能与整个北荒抗衡？我就想试一试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不仅是宋家之女，也是道义学宫赵义川的弟子。若要联姻，宋家需与道义学宫商议。出去没几年，便想用道义学宫的名头来压我，胆子不小啊！若道义学宫院长亲自出面，我自然不敢多言。赵义川距离坐上院长之位尚早，现今他还无法令宋家屈服。丫头，你是斗不过你爹的。陆少侠有话要说吗？既然师傅嘱托了，当然得保护你不受欺负。我来宋家是看热闹，等到事情了结以后便回去，将所发生的一切禀告给长辈。这小子是在威胁我吗？若如实汇报，卧槽！我刚才可是说了赵一川坏话的，以那家伙的性子，要是杀过来，我貌似打不过呀，那事情可就大条了。此乃我宋家的家事，陆少侠不怕得罪我宋家吗？不怕，我只是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给道义学宫的长辈，这是我来此的任务。如果宋家想对付我的话，请便。道义学宫到底给你兜了多少底？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头疼，陆少侠暂时留在宋家做客，待宋家与缥缈宫联姻后，再回到义学宫复命。这老家伙是要软禁我吗？封锁四周的空间，让我没法使用两界传音。行，那我就厚着脸皮蹭杯喜酒。当然可以。师妹，这联姻可是桩好事，不如你就答应了吧。你叫谁师妹呢？我比你先入门，你当然是我师妹。哼，我可不让。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师兄，那我本打算给你的东西也就算了。什么东西？赵长老给我一样东西，并叮嘱我，若你无法解决此事，便拿出此物。师父真的给你东西了？你说呢？叫声师兄而已，自己又不会掉块肉。师兄，请你将东西拿出来吧。这还差不多。我操，他是宋家的老族长。
站着干什么？坐着吧。还是算了，站着舒服。众人短暂困惑，不明所以。宋明烟一显迷茫。赵一川怎会将此物交予陆源？家主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这块令牌来历非凡？陆少侠，你可知这块令牌意味着什么吗？不太清楚，赵长老只是交代了几句话，若有人欺压他的徒弟，便让我拿出令牌。他还说，只要宋家的人没有全部变成瞎子，肯定愿意坐下来好好商量。赵一川，你这家伙还真不给我宋家面子啊！我原本打算先解决联姻，再亲自向道义学宫致歉，未曾料到赵一川竟将象征其本人意志的身份令牌交予陆源。要是宋家不给赵一川这个面子的话，情况也会变得十分麻烦，事情棘手了。头疼，真是头疼啊！陆少侠，你打算如何处理宋家的家事呢？不愧是家主，将主动权又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，让陆源这个毛头小子来背锅。其实这事不难。哟，愿听陆少侠高见。两家联姻乃是喜事，能成自然最好。不过成与不成，总归得问问当事人的意见。过几日，缥缈圣地的长孙公子来，让长孙公子与我师妹认识一下，单独相处一段时间。如果双方能生出情愫，皆大欢喜；若有缘无分，不可强求。这小家伙哪这么圆滑？提出来的方案兼顾了宋家颜面，尊重宋明烟意愿及道义学宫分野，难以挑剔，不错。陆源这个家伙办事能力不弱啊，令牌也给对了人。若是让这丫头拿着令牌，估计会直接跟我顶名。宋家哪怕明知会与道义学宫结下梁子，也得咬牙拒绝。宋家以为如何？便依陆少侠所言，两家联姻能否成功，皆看年轻人之间的缘分。宋家族长深明大义，晚辈钦佩。我爹这是同意了。不然呢？出来混，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，总得给双方留下点面子，不能将事情闹得太僵了。宋师妹，如果你不是生在宋家，就你这一根筋的性格，很容易得罪人的。你呢？难道这辈子没得罪过人？活在这个世上，谁没得罪过人？虽然得罪人，但我依然活得很好，不像你没长脑子，做事莽撞。我告诉你，该向长辈低头就低头，该撒娇就撒娇，反正又不是外人，也不会掉块肉。你哼，虽然没脑子，但其他地方倒是有料。喂，什么？谢谢你。谁叫我摊上了你这个师妹呢？不客气。算了，看在你大老远跑过来帮我的忙，我就不跟你拌嘴了，好好休息。这下事情不好办了，您老处理吧。这里不是外面，你不是宋家族长，只是宁烟的父亲，应当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。话虽如此，但宁烟这丫头实在不懂事啊。都怪陆源那小子，若非他，宁烟哪有胆量对抗？于老头阅人无数，首次收徒，这小子必有过人之处，老夫倒想见一见。那小子就是一只小狐狸，贼得很。能让于老头看中的人，并非凡品。爷爷、爹娘、二叔，丫头，爷爷知道你不愿做家族傀儡。你爹虽严厉，但他对你好，婚事为你精挑细选，只为让你不受委屈。这个我知道。人灵星域缥缈圣地的长孙枫叶，当代天骄，若你连他都不满意，恐怕北荒无人能入你眼了。我知道长辈们对我好，身为宋家之女，应担责任。既然我有一些天赋，就想挣扎一下，希望爷爷和爹爹能理解。爷爷理解你，你叔叔婶婶也能理解。你爹是老顽固，可能不懂你心思。爹，求您了，给女儿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吧。也罢，由你折腾一段时间吧。谢谢爹。眼泪都糊我身上了，一边去。丫头，爷爷记得你从未向你爹撒过娇吧？这是陆源那小子教你的吗？是的。老夫对这小子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老大，你安排个时间让老夫与他见个面。算了，还是老夫亲自过去瞧瞧。你小子办事有些不靠谱。老伯，您啥时候来的？这位老者是谁？悄无声息的出现，我一点察觉都没有。老朽刚来一会儿，修剪一下客店花园的草木，打扰到公子休息，还请见谅。无碍。听说公子昨日让家主吃瘪，我真是少年英雄啊！前辈莫要调侃，我对宋家族长十分崇拜，哪敢行不敬之举。老朽虽然是府中一介下人，但也有所耳闻。前辈若是下人，估计宋家大部分人都不敢使唤您老吧？何出此言？宋家底蕴深厚，您脚下玉砖价值连城，您这身打扮与宋府奢华风格不符，侍女接着金缕玉衣，守卫皆穿灵光宝甲，即使不受宠的下人，也不会被派遣至客院修剪园林。宋家身为北荒古族之首，岂会让如此朴素之人代表自家颜面？这小子说的貌似有道理。观察入微，纤细如发，加上天赋极高，背后又有道义学宫，这小子未来不可限量啊！有理，陆公子不妨再猜一猜老朽的身份，做得到吗？有奖励吗？你若能猜得出10之7、8，
当然有奖励。其实您老的身份不难猜。哦，你说。您刚才说家主因我而吃瘪时，眼神平淡无敬意，加上您常年位居高位的气质，多半是宋家核心人物，权力不低于家主。据晚辈所知，只有几位不出世的老祖才可能压过宋族长一头。晚辈猜的是否属实？你小子厉害，本想戏弄一番这小子，现在好了，昨天儿子在他手上吃瘪，今天老子又出瘪了，气上你心了。晚辈陆源拜见前辈，若有失礼之处，请前辈原谅。算了，请老朽喝杯酒，就原谅你了。请前辈喝酒是晚辈的荣幸，请进。酒有些差，不过你这个人嘛，倒是很有趣。晚辈就是一个俗人，没啥有趣的地方。小子，你那个大师傅叫上官荣，对吧？对。犄角旮旯的玄景，上人是上官荣，能与地州的于老头说上话，这是不简单。此事必有蹊跷，得派人去查一查了。行吧，今日暂且聊到这里，过几日老朽再来找你。前辈慢走。宋老头怎么来了？老于，多年未见，我带了几壶好茶过来。别套近乎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说事。听说你收了个徒弟，好奇来问一问。这事啊，老宋，你不是没心思收徒吗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我愿意，你管不着。那我换一个问法，玄清宗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宗门吗？还有那位数百年前找过你的上官荣，是寻常修士吗？茶虽好，但少了几分玄妙的味道。这可是我宋家最好的茶水了，你的嘴也太刁了。喂，你真不肯告诉我吗？宋老头，你走吧。你这老小子，老子这么好的茶放在北荒都是一绝，这老小子居然还觉得少了几分玄妙之意，肯定是故意找茬，少了几分玄妙的味道，几个意思啊？几分玄妙的味道少了什么？少了玄，那玄清宗少了一个玄字，那不就是清宗？老于，难道玄清宗是？宋老头，有些话心里清楚就好，不要说出来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走之前给我留点茶叶，虽然不是很完美，但还过得去。拿去。老祖宗，子孙后辈为您找到师门了，我一定会帮您完成遗愿的，让您重新成为清宗弟子。傻小子，愿你可以振翅翱翔，重现清宗昔日的荣光。前辈您来了。上次老朽喝了你的酒，这次尝尝老朽的吧。谢谢前辈。一股暖流涌入丹田，修为瓶颈有松动，这酒怕是不简单。多谢前辈赐酒。别客气，喝吧。小子，你乃少年英杰，老朽看你十分顺眼，要不你就当老朽的孙女婿吧。您老的孙女谁啊？宋明烟。谁？你师妹宋明烟。这老头是宋明烟的人，那不就是现任家主的女儿，而且还是宋家最强的大人。卧槽，他是宋家的老族长。站着干什么？坐着吧。还是算了，站着舒服。大佬啊，我这身体现在已经僵硬住了，走不下去。老朽刚才的提议，你小子觉得如何？这个前辈，宋家不是与缥缈圣地准备联姻吗？您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不是被你小子给搅黄了吗？这个损失你总得赔偿吧？我只是奉赵长老的命令，一切与我无关。我就是来看戏的，咋还能把自己给搭进去？行了，不愿意就算了，用不着这么紧张。前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好。哎呀，真疼啊！这叫什么事啊？赶紧突破吧。一颗是元婴期，还有2颗咋没变化？那我现在究竟是元婴期还是金丹期啊？不管了，后面再说吧。缥缈圣地的人应该要来了吧？贵客临门，请进。宋族长亲自相迎，真是客气。宋雄风招待着缥缈圣地的高层，并发表了看法。咱们总得照顾一下年轻人的感受，未来是属于他们的，不能强行逼迫。宋族长此言很有道理。宋家什么时候会照顾族中女子的想法？女子在宋家不是地位极低吗？
长孙枫叶不喜欢这种场合，老早就溜了。宁燕，你尝试着与长孙公子相处一段时间，家族已经退了一步，你不能再任性了。长孙公子远道而来，宁燕定会好好招待。小女子宋宁燕，见过长孙公子。宋小姐，听说陆源正在宋家做客，是否属实？是。能否为我引荐一下？这我可不敢替他做主，得问一下他本人。这是自然。其实宋小姐与我一样，对联姻之事较为反感。我从你的眼睛看得出来那种东西，你对我有些排斥，可是因为家族的命令而不得不与我相处。你也反感？我对女人不感兴趣，至少对你这样的女人。什么叫我这样的女人？怎么？难道宋小姐希望我对你产生兴趣吗？那倒不是，是因为你说话带着讽刺的。哼！宋小姐这样豪迈的女子，自然不会明白。没事，我能理解。爹，这可不是女儿我不想培养感情，而是长孙枫叶看不上我。宋小姐，引荐之事就拜托你了。你刚才损了我这么多句，现在想让我帮忙了，休想！既如此，那我待会儿就与两家的长辈说一声，我对宋小姐一见倾心，十分赞成两家的联姻。喂，你这就有些过分了。没关系，像我这么优秀的男子，多娶一个女子也无妨。以后待我寻到了灵魂上的归属，照样可以追求。大柱，我去给你办事，行了吧？去吧，小样儿，我还治不了你。宋师妹，找我有事吗？缥缈圣地的长孙公子想与你一见，让我过来向你打个招呼，看你愿不愿意。不愿意。啊，你与他有仇吗？没有，那家伙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为了安全，远离为妙。我总不能告诉你，现在他对我的威压太大了，那样多丢人。貌似你也不是啥好人吧？那好吧，我替你去回绝他。多谢师妹，还是离远一点吧，不然容易被牵红绳。宋家的老家主看上我哪一点了？难道是歌英俊，魅力十足，不可抵挡？哎，都怪我太优秀了。对不住了，他不愿意。那便算了，劳烦宋小姐了。原来你住在东院。卧槽，怎么是这家伙？在下是缥缈宫的长孙枫叶，见过陆公子。怎么对他有一丝熟悉的味道？好像曾经有过一次交集。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吴君言与长孙健的约战，我还向你讨要了一壶酒水。我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陆公子，我来此没有恶意，只想与你认识一下。这么早与这家伙见面，可不是一件好事。若是陆公子今日不便见面，他日我前往道义学宫再来拜访。你有啥事？能在天渊内待了100年，还可活着走出来，已经是一个奇迹。这样的人，我当然要认识。都是意外，我也不想这么高调，感觉无形中有一只大手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并非意外，而是陆公子的实力。我没啥实力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力，不会看错人。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悸动，放眼整个北荒，同龄人之中，仅有你可以办到。咱们也算是认识了，没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就走吧。大哥，你赶紧走吧，跟你相处我压力大呀。既然陆公子这么不待见我，那下次再来拜访吧。慢走，不送。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啊！有趣的家伙。两家还安排了友谊赛。枫叶怎么了？既然是年轻人之间的比试，我想试试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晋升，不少人面色一变。别胡闹，赶紧退下！你要是出手了，这不是砸宋家的场子吗？长老，我认真的，没开玩笑。长孙枫叶难道不懂得人情世故吗？没人能与长孙枫叶较量，若是不战，传出去岂不是丢了宋家的脸面？无论是哪种情况，对宋家都没好处。一时间，场面显得有些僵硬。我有一个看好的对手，并非胡闹。我听说到医学宫的陆源正在宋家做客，为何不请他出来参与呢？陆公子乃是我宋家的客人，怕是不好满足长孙公子的要求。哈，打得赢长孙枫叶吗？我只是提议，至于能否成功，总得听听陆公子的想法吧。反正这件事情与宋家无关，全是长孙枫叶挑起来的。我也想看看能被于副院长收为徒弟的陆源究竟有几分本事。我去请他。陆公子，我又来了。这家伙阴魂不散。我想与陆公子切磋一场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你有病啊！我不去。你是画神经啊！同竞技一战，绝不让陆公子吃亏。不去。那么咱们可以下点儿赌注，只要陆公子胜了，愿赠上1000块上品灵石；若你败了，则无需如此。上1000块灵石，看不起谁呢？那你想要什么？1万块上品灵石，外加1件上等品质的灵石，而且无论谁输谁赢，你都得给我。要是你能答应我，我倒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，与你切磋一下。
同境界一战，我怕你的球啊！正好趁此机会试探一下你的深情，又能大赚一笔，何乐而不为？嘿嘿嘿，这太多了吧？不答应就算了，别来烦我。行，一言为定。还有一点，既然这只是切磋，那就别闹得过了。此战最多只斗个500回合，若未能分出胜负，也必须止战。好，我同意。北荒10节之首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缥缈圣地和宋家的高层都非常期待2位北荒10节的战斗。劳烦宋家出手，将擂台上的禁制压制在元婴境初期。这小子要与陆源同境界一战。好，这个小家伙是青松的传人，应该没有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吧？你的灵兵道宝呢？没啥趁手的兵器，凑合着打吧。你用什么兵器？都可以。借你一件。这柄剑很不错。拿出你真正的本事，莫要让我失望。这么严肃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。战场上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哦，返璞归真的剑道境界，哈哈，真是期待接下来的战斗啊！我的剑好兴奋啊！不愧是我看上的对手，果然不简单。再打下去，咱们可都收不住手了。收不住手，正合我意。哦，仅凭这一剑爆发出来的威势，便能看出2人的剑道都处于返璞归真的境界，剑道天才啊！陆源，我可要认真了，你也得拿出真本事来，不然丢了性命的话，我会很伤心的。圣子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陆源能逼出圣子的第2人格，着实不凡。长孙公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缥缈功的禁术被他学会了，若能驾驭，能让自身的天赋和实力强大10几倍。此术要是控制不好，容易培养出一尊强大诡异的邪修。惠宗此举恐怕不妥。这是圣子的机缘，我等无权干涉。早在200年前，圣子便意外学得了禁术，并且很好的将其掌控。200年前便已修炼了，至今没有发生过打破平衡的情况吗？没有，这门禁术对我等而言乃是灾难，但对圣子来说如虎添翼。如此妖孽，北荒同辈，谁人能敌？陆源能扛得住吗？缥缈功的禁术竟然真的有人学会，陆小就怕是要输了。哎呀，好疼啊！这他妈是什么禁术？实力恐怕暴涨10倍不止啊，跟个怪物似的。打不过就认输，别死撑着。所有人都认为陆源要败了，可接下来的画面让他们终身难忘。你玩真的，可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千万别留情，有种你来打死我！这是赤果果的挑衅！妈的，你等着，看我不揍死你！圣品金丹不对，这不是寻常的圣品金丹，而是真挚完美的圣品金丹。能被于副院长收为亲传弟子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圣品完美的金丹根基，以后只要中途不夭折，必可成为当世最强的那一批。传言道义学宫的院长便是圣品金丹的根基，其一人横扫北荒无敌手。这是你自找的，我要把你打到连你妈都不认识。老爷子，现在谁占据了上风？目前2人表现出来的实力难分伯仲。老爷子，能拿出你的宝贝，将擂台上的情况投影出来不？老子告诉你，如果实力没达到一定的层次，连当一个时代见证者的资格都没有。从今往后努力修炼吧。这种程度的小被切磋，很多年看不到一次，真是精彩啊！陆源居然能够与解开封印的圣子正面一战，真是妖孽啊！麻烦了，护照撑不住了。我感受得出来，这不是你的真正实力。本想着熬过500个回合，见好就收的，谁知这家伙不因故还得斩路，太过分了。哦，桐树卧槽，这小子还精通藤术，怪胎。好快！道义学宫的乾坤指，他进入道义学宫才几年啊？剑术一绝也就罢了，还精通上乘桐术，如今竟然还可施展出乾坤指，此子比长孙枫叶还妖孽啊！同境界一战，
纵然是解开尽数禁制的长孙枫叶，他也很难将陆源击败。不单单是乾坤指的力量，还有剑术、移指法之道。翟于介意，这小子是要逆天啊！他半只脚已经踏入了无间之境，那可是诸多大成剑修都难以触及的剑道领域。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吗？再来！喂，500回合已经到了，该停手了。无所谓了，再打下去也很难分出胜负，没有太大的意义。陆公子的实力令在下钦佩不已，下次找个时间，咱们再痛痛快快的打一架。以后有机会再说。打完了，切磋500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年轻人的时代啊！干什么？陆公子莫不是忘了什么？还给你。有一说一，这把剑使着很趁手，要不作为约定的领导吧？大白天的，别做梦了，这是承诺你的东西。看来你的人品还过得去。不与你计较了。前几日见面，你说不喜欢饮酒，现在切磋已经结束，可否与我品茶一番？上次骗你的，记得带上好点的酒来找我。先走了。真性情，我喜欢。以后待我寻到了灵魂上的归属，照样可以追求。我不是那种意思啊，我只是很欣赏有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。解释就是掩饰，你继续，拜拜了。古长老，那山顶好像有一个法阵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子，明天要走了，老夫特来相送。不敢让前辈登门相送。不要紧张，我只是来聊聊。前辈真的没事吩咐？真没有，放心。小子，你与长孙枫叶的比试，不是你的真正实力吧？嘿嘿嘿，老夫无恶意，只是想告诉你，若有难解之困，宋家随时欢迎你。前辈，您的意思是？宋家愿为你护道。这陆源陷入沉思，宋家的主动示好带来的是更多的谜团与不安。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宋家愿意为我护道？仅凭我展现出来的实力，能让北荒古族之首的宋家老祖亲自出面交好吗？不可能，不是陷民情，非奸即盗。老朽与你师父是老朋友了，再加上你自身的天资，宋家没理由不与你拉近关系。原来如此，若真因师父之故，晚辈日后有难，定不犹豫求助宋家。老夫就欣赏你这股直率，尤其是这厚脸皮。啊，前辈，有您这样夸人的吗？小子，之前我说的提议，你考虑如何？请恕晚辈愚钝，不知前辈指的是哪一桩？成为老夫的孙女婿。不了不了，您老别拿我打去了。好吧。陆源告别宋家，踏上师傅，弟子回来了。知道了，吵死了。弟子有事禀告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师傅，您变了。当年骗我拜您为师的时候，多么的和蔼可亲，慈祥如父。现在才过了几年，您老就暴露出本来面目。弟子见到宋家老族长，他承诺宋家愿为弟子护道。哦，师傅，您这反应不对啊。皮痒痒吗？不痒。没其他事，就退下吧，别打扰老子休息。师傅，到现在弟子也没有一件趁手的道器。想要什么兵器？暂时先用剑吧。暂时？臭小子，你的剑道悟性很高，完全可以走上这条路。你这个暂时是几个意思？为师提醒你一句，修行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不可好高骛远。弟子谨记。你去剑堂找古长老，那里放着很多的名剑，随便挑一柄吧。是，多谢师傅。滚吧，没事别来烦为师。好嘞。晚辈陆源拜见古长老。免礼。奉家师之命，来剑堂取一柄适合弟子的宝剑。随我来。哦，此乃剑山，表面插着数十万柄宝剑，山脚下的宝剑全是法器，越往上宝剑级别越高。我愿弟子皆有机会登临，能否得见，看个人造化与实力。古长老，那山顶好像有一个法阵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里面放着7柄上品圣剑，用特殊的阵法将其封印。到医学宫初代先祖神通广大，铸造了9柄完美圣剑。9柄完美圣剑，那其余2件呢？太烟剑院长持有，秦商剑赵一川长老持有，剩余7柄在山顶。原来如此，如果得到很多宝剑的认可，只能取走1柄吗？当然，一人1剑，死后归还。可惜了。你先调息几日，待到精气神最佳之时，便踏上剑山吧。好的，多谢长老。这小子剑道天赋极高，有那么一丝可能得到初代先祖锻造出来的上品圣剑。有关陆源与长孙枫叶之间的战斗，早就传到了道医学宫。老古，你觉得这小子能成功吗？应该能吧。偌大的道医学宫，仅有3人知晓陆源的青宗背景：林问愁、于晨然、赵一川。青宗的小家伙，你能走到哪一步呢？
道义学宫的底蕴真是深不可测呀！随便拿出一把宝剑放到外面，都能引起轩然大波。与我有缘无分，抱歉了。轻松的小将，寻常的宝剑没法让陆源停下脚步，他的目标是山顶的圣剑。类似的一幕发生了上百次，陆源的心里在滴血，感觉错失了太多的宝贝。抱歉了。不少人暗中观察着陆源，其中有剑堂的众多长老，以及主脉和其他支脉的大能。这么好的苗子，怎么就被老于发现了呢？同境界一战，能与缥缈宫的长孙枫叶不分上下，你说妖不妖孽？但愿陆小子能走到山顶，得到先祖圣剑的认可。金续剑放在下品圣剑中也是顶尖的层次了。你虽不凡，但抱歉了。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佩剑啊！剑堂的弟子心里发酸，他们为了得到一柄圣剑的认可，都需要付出无数的苦心，而陆源却直接拒绝了圣剑的认可。哎，这就是差距啊！哎，这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陆源逐渐靠近顶端，不少长老都紧住着双手，很是紧张。山顶的7柄宝剑，那可是初代先祖留下的宝贝。终于登顶了，意味着你小子最差也能得到一件普通的上品圣剑。至于特殊法阵内的圣剑，还得看你的机缘。现在已经没了那种窒息的压迫，身体轻松了不少啊！该怎么做呢？想要得到先祖锻造的圣剑，应该需要极强的剑道天赋。试试看吧。陆源决定施展乾坤指的道术，以另类的方式提升剑道的境界。半步无剑之境的道理，惊醒了沉睡多年的7柄圣剑。法阵破了。此乃赤阳剑，据传是初代先祖以无上真火锻造而成，蕴含极阳之力，主杀伐，不好驾驭。墨极剑内含乾坤之法，阴阳之力，倒是与你修炼的神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这柄剑的苏醒，直接惊动了全院的长老。7星白绝剑的苏醒，让道义学宫的全部核心长老后面呆若木鸡。这小子真行啊！于晨然一开始的推算，陆源应该能得到一柄上品圣剑，却从未想过他可以得到7星白绝剑的认可。老姨，你捡到宝了，他的未来不可限量。此子妖孽，当是谁人能及？因为这柄剑乃是初代先祖的佩剑，意义非凡，且灵敏程度远在其他8剑之上。这是7星白绝剑，初代先祖的佩剑，一经沧桑，灵域已达世间极致。你若举走这柄剑，必是最好的选择。初代先祖佩剑，难怪可以压得其他宝剑不敢抬。师傅，诸位长老，龙师旨，能否让老夫细看此剑机眼？自然可以。初代先祖真乃不世之才，此等宝剑当世罕见。7星剑禁制已经解除，确实是认可了你，此生无憾了，多谢。古长老客气了，我还得谢谢你为我解惑，举手之劳罢了。随后，于晨然直接将陆源带走了，没让其他长老继续纠缠。哎，师傅，怎么了？你小子的命生得真好啊！嘿嘿，运气罢了。以后我要是拿着这把剑与过招，会不会被某些大能给盯上，杀人越货呀？其实于晨然说的不只是7星剑，还有陆源的背景和天赋，3单圣品，再加上青宗传承者的身份，未来的成就无法估量。出门在外不可漏财，以你目前的修为，还没法真正驾驭7星白绝剑。若是随意暴露此剑，怕是会引来不小的麻烦。师傅，要不您老再给我来一柄趁手的佩剑，那样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。你小子真贪心啊！为师早就想到这一点了。此剑名为玉兰，平日里便用这柄剑吧。多谢师傅。行了，你可以滚蛋了。好嘞。陆源从体内注入了大量的灵气进入剑身，发现此剑好像是一口无尽的深渊，根本没法灌满。以我元婴境的修为，驾驭7星剑，估计抽干了体内的灵气，也很难挥出一剑。嘿嘿嘿，还好师傅有先见之明。
随后，陆源开始闭关。据最新的禀报消息，天狱宗解决不了魔窟之事，准备逃离浮流星域。既然这样，天狱宗就没必要存在了。所有渡劫境以上的人，立刻随我前往天狱宗。所有渡劫境以上，立刻随我奔赴天狱宗。魔窟之祸明明是天狱宗弄出来的，现在却要浮流星域的所有人来承担，太荒唐了。秦阳，我等要一个说法。直呼天狱宗宗主之名，来势汹汹。沈时节，你当年不是说有把握请来大能解决魔窟吗？现在怎么要跑路了？若是天狱宗再不打开护宗结界，休怪我等不留情面。听到各宗强者打算强行破开护宗结界，天狱宗的高层没办法装死，只好打开结界。诸位道友，请进。众人黑着个脸，大步踏进了天狱宗。诸位，天狱宗已经尽力了。尽力！此事因天狱宗而起，你们不将事情解决了，就请溜走。休想！天狱宗愿意将仅剩不多的资源分给诸位，希望诸位可以体谅。你真以为一点狗屁资源就能打发我们了？我凤阳宗扎根于浮流星域上万年，因天狱宗而面临灭宗之劫。本座来此只有一句话：如果天狱宗解决不了魔窟，那么凤阳宗愿与天狱宗拼个你死我活。东夷宫同样是这个意思，东临门同样如此。天虚临门，意见如上。各宗纷纷表态，意见一致。一时间，天狱宗的上空蒙上了一层压抑的黑雾。如果此事处理不好，天狱宗的高层别想着活着离开浮流星域，随时都可能拔剑一战。诸位，但凡我天狱宗有解决的办法，也不可能抛弃家业而逃。镇解灵珠的办法不能使用第二次吗？不能。那也要先灭了你天狱宗。正当殿内的气氛极度沉闷时，一道可怕的声音闪出而来，降临天狱宗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干。怎么回事？天狱宗什么时候惹了这么一件大事？前辈是谁？与我天狱宗有何仇怨？天狱宗任由魔窟壮大，从中取炼，危及浮流星域亿万苍生的性命，此举罪不容多。危机舒压，大成修士，各宗强者纷纷逃避，天狱宗的人也想要逃，却被一股强大的压力选择性覆盖。前辈，手下留情，我等有话要说。你想说什么？此事确实因我天狱宗而起，我等自知有罪，愿尽力来弥补过错。那就用性命来弥补吧。不要，请前辈留情，小人愿为奴。老虎身陨，天狱宗的所有人骇然至极。前辈饶命啊！前辈饶命啊！一宗之主与魔为伍，残害无辜，罪责当斩。引发魔窟之祸的人全部斩。无辜之人尽可离去。天狱宗没了，那个人是谁？翻手间镇杀渡劫期的修士，这就是顶尖大能的实力啊！幸好那位前辈没有滥杀的脾性，不然我等凶多吉少啊！当年的我面临这种危险无能为力，险些身陨。黄金关键时候冲破了传承禁制，得到了祖宗的传承。该结束了。魔心似乎感觉到死亡威胁。就算是你要突破这种没用了，我已不是当年轮回少的虚。魔窟好像被那位前辈解决了。果真如此，我等知县浮流星域的苍生之幸啊！众人对那位身份未知的大成前辈心生敬意。林长生一座凡人城池，极少看到修行者的踪影。玄清宗林长生见过剑仙前辈，贵客临门，请进。这声贵客说明很多东西啊，以剑仙的能耐，知道清宗的事情也不足为奇。多谢前辈。不必客气。曾经的长庚剑仙，得其经验，除了天地之外，他原当是剑道第3，谁敢称一二？前辈为何隐居于此？缘分吧。年少时曾听闻剑仙大名，敬仰万分，那时候从未想过此生能与前辈同坐品茶。谬赞了，我只是一个糟老头子罢了。万年前，您与天地之道一战，虽败犹荣。希望这辈子还有机会再战一次。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，只可惜我可能没法亲眼见证。你准备走上与先贤同样的道路？
师爷命也。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，青宗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天底下还有多少人记得青宗的恩情呢？这份恩情太大了，与其铭记，不如遗忘，反倒安心。升米恩，斗米仇，这就是现实。其实我也想过不走上这条路，可我办不到。魔渊诞生之初，那些无辜百姓被魔念控制，相互啃食，互相残杀。那些刚出生的婴儿还没来得及看到世界的美景，便成了魔物的腹中之物。那些诚然，地州的大部分势力的行为很是可恶，但是青宗不是为了那些势力，而是想护住这片故土，以及生活在故土各个角落的普通生灵。这是青宗初代先祖的意志，一直传承到了今日。扪心自问，我不如青宗的先辈，做不到这一步。若非青宗先辈的努力，估计我出生的时候就被魔物给吃了吧？哪有这个时代的长庚剑仙？去往魔渊之前，我会去地州各方势力走一走。你想报仇？报仇这种事情，还是让其他人来做吧。此行是为了收取保护费，报仇这样费心费力的活，以小师弟有恩报恩，有仇必报的人生准则最适合了。保护费这个可以有，而且还不能收少了。30万年的保护费当然不能少了，必须要让他们伤筋动骨，这还是跟我小师弟学的。要不我也交点保护费。前辈说笑了。前辈，如果玄清宗他日有难，还请您稍微照顾一二。一定，这些年一直留在伏流星域，一是魔剑，二是暗中庇护玄清宗，不能让玄清宗的香火断绝了。我做不到用性命去镇压魔渊，可也要尽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多谢前辈，走了。青宗的传承之道，当真玄妙莫测。没到100年的时间，他的实力便已到了这等地步，难以置信。即使去了地州，也是顶尖层次的战力了。没想到青宗还有能人，道友请进。请慢用，多谢。道友继承了传承，是幸事，也是悲事。玄清宗除了陆远以外，还有人可以走到这一步，当真意外。这是宿命，不可推卸。道友此行是为了看看陆远。是，这孩子正在闭关，到了关键的时候。这样啊？要不我传音于他，让他暂时放下修行。不了，他有他的路要走，没必要强行换他出关。无缘得见，那就罢了。其实我有很多话不便对陆远说，对你可以说，不管是青宗的事，还是你将要去魔窟的事，但不知如何开口。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站在悬崖边上起舞，不求世人可以理解和感恩，只求心中无愧。至于世间俗人的看法，根本不重要。我家小师弟就拜托道友了，道友放心即可。一个意志真的能传承数十万年。此去地州镇魔渊，不知归期，不忘先辈之意，不悔此举。看待生死，一笑而过。风起了，一直从北荒的伏流星域吹到了远在无数星海之外的战力了。愿此生还能与道友再见，必以美酒相待，一笑红尘。听闻此言，林问愁乘风而来，只是看了一眼于晨晨，便知前因后果，一言不发，仰天饮酒。30万年，青宗耗尽了英雄气，他以长生之名，并非凡俗之辈，真想亲眼见见你。愿君安好，希望你一帆风顺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内心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关键时刻不能分心。闭关50载，3颗圣品金丹全部蜕变，真正晋升到了元婴初期，比起之前强了很多呀。若是发出全部的底牌，元婴期应该没有对手了。臭小子，看起来这数十年的闭关没有白费，成长了不少。呵呵，马马虎虎。后面有何打算？待在学宫内继续修行。你小子难道想全学了不成？贪多嚼不烂。可是弟子已经将所学的道术精通了，只能学新的东西。什么？除了乾坤指，你还学会了什么？太上忘情录的初篇已经诞生，中篇没有修炼。这门心法若是全部学会，估计六亲不认，与我无异。谁让你去学太上忘情录的？这门道术极易走火入魔，身在红尘，哪有那么容易忘情？弟子心里有数。还有吗？天花心经、照阳心经、至乾心经都已炼制大成。停！别说了，先让我缓口气。短数十年，你小子学会了这么多真经秘法？也不是很难，看2遍就会了。你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想当年老子也是天骄，习一门真经，同入门道大成，少说也得100年的时间啊！没定，还好你小子是老子的徒弟，不然直接敲你闷棍。
乾坤指目前只领悟了第1重境界，后面需要更高的修为才能修炼。算了，还是聊别的吧。我还想多活几年。前2年，你的师兄来过道义学宫，你正在闭关，所以没见上。师兄？哪位师兄？玄清宗林长生。大师兄？他怎么会来道义学宫？以大师兄的实力，找到道义学宫似乎是不可能的。他想来看看你，之后处理些事情。什么事？不可说，你现在还不需要知道，时候到了自然明了。又是这样。地柱的强者一直在寻找清宗的线索，你知道了可能会暴露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师傅，大师兄会有危险吗？别想太多，照顾好自己，努力修炼。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。老韩出事了，师傅，我有急事外出，先走了。我操，这一掌要是拍到，不死也得残废。师傅，人命关天，你可不能感冒啊！谁给你的狗胆？以我对老韩的了解，不到生死关头，这家伙绝对会成功。元婴初期，小垃圾，你就是一世在外的韩家嫡子。我叫韩和，名义上算是你的兄弟，不过以你的能耐，不配当我的兄长。今日来此，只为与你一战，可敢？没这个必要。哈哈哈！你若不战，很多人都会倒霉，包括你的那个飞舞师傅。依你便是。飞舞，你娘！韩山，我要你死！我听到话语。师傅，带走。韩山，你可知罪？敢问前辈，我何罪之有？我是你老子，你叫我前辈。兄弟切磋，既然败了，那就坦坦荡荡的认输。为何要偷袭？另外，你与外人残害兄弟，险些酿成大祸，难道没有罪吗？他辱骂我母，诋毁我师，我只是让他闭嘴罢了。小何，可有此事？爹，绝无此事，孩儿只想与大哥切磋一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们2人各有说法，我该信谁呢？为了清白，我愿意接受搜魂，重现那1日的场景。公子不必这么焦躁，兄弟间发生摩擦很正常，用不着如此针锋相对。我跟他可不是兄弟，我没这个福，也没这个资格。放肆！前辈若要杀我，尽管动手。我寒山若是皱一下眉头，便是畜生。你个混账东西，如此不知礼数，你的师傅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们把我师傅放了，有什么问题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？不可能！区化神境修士，胆敢向我4圣宗的嫡系血脉出手，必须要严惩。无师若有样，我如果不死，终其一生也要毁了4圣宗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所以4圣宗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与师傅一同杀了，斩草除根，这样更稳妥。你身上流的是4圣宗的血，4圣宗才是你的根，明白吗？关起来，让他反省几日。是，宗主。喂，帮个忙行不？找长孙枫叶，就说陆源来了。陆兄，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，你有什么事相求吗？可能要干架，去不？这等好事，当然去了。到哪里？边走边说。4圣宗。4圣宗哪里得罪你了？专程上门干架。圣主，缥缈宫圣子拜访，请进来吧。老韩，我来了。就当寒山要被强行带下去关禁闭的时候，他听到了陆源的声音。是我听错了吗？此人是谁？感觉有点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你是何人？解开！小子，这里是4圣宗，胆敢在此撒野？老子是道义学宫弟子陆源，谁敢欺负我兄弟？道义学宫弟子，看上去寒山他俩关系十分不错，这件事情有变化，不能简单处理了。老韩，说说具体什么情况？有我在，不用怕。陆兄，你叫韩和是吧？这么喜欢打架，出来，老子陪你打。怎么怕了？没关系，我让你一只手。你要害怕的话，老子让你双手双脚，可敢？陆爷，这里是4圣宗。知道。虽然是少年英杰，但也不能在4圣宗的大殿上口出狂言，如此无礼。无礼？圣主莫不是耳朵不好使，没有听到我兄弟刚才说的话？要是无礼，应该是4圣宗的2公子吧？辱人母亲，欺人恩师，这是4圣宗的礼数吗？敢做敢干，一个字，牛逼！
据我所知，寒山的母亲是圣主的原配道侣吧？你的小儿子辱骂你的原配，你还要护着他？啧，贵宗的礼数真是别具一格啊！老子背后强大的后台，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妈，今天为了兄弟，要好好扯一回虎皮。我操，你要死了！众长老听得心惊肉跳，这种话他们连想都不敢想，更别提说出来了。我听说寒山的母亲是贵族圣主的事情，数百年前为了阁下争夺圣主这个位置，生死道消。无论是从血脉起伏，还是从他母亲的贡献，寒山都不应该是这个待遇。四圣宗的家事不劳烦陆公子操心，早知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就不应该让长孙枫叶进来。大意了。我与寒山乃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声明一笔，你别想占老子的便宜。当我的长辈，你可没这个资格。至于什么狗屁家事，老子管了。四圣宗能奈我何？放肆！你真敢出手啊！呵呵，我操！这一掌要是拍到，不死也得残废。师傅，人命关天，你可不能打哦！谁给你的狗胆？老子的徒弟你也敢杀？副院长于晨然，完了，事情闹大了。师傅，果然没猜错。你小子刚出门就惹事，能不能让为师省点心？师傅，不是弟子要闹事，是四圣宗估计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您得给弟子上香了。道义学宫虽然不问红尘俗事，但门内弟子若受欺负，情况可就不一样了。四圣宗也就崛起上万年，便觉得能与道医学宫扳手腕了。四圣宗绝无此意，最好没有，不然有很多势力可以替代四圣宗本座的意思，你可懂？在下明白。师傅，我第一次发现您如此英俊。还行，只要合乎情理，没有触犯为人的底线，尽管去办，为师给你撑腰。如果四圣宗还想对弟子动手，那弟子该怎么办？同辈欺你，自己解决，为师不会过问。但若有人以大欺小，为师保证会为你出头，踏平四圣宗。有师傅这句话，弟子便可安心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带着我兄弟离开这里。依你便是。对了，还有我兄弟的师傅。那人胆敢伤害我四圣宗的嫡系血脉，若是不惩戒一番，岂不是以后谁都能效仿？看来圣主还是没搞清楚状况。我可不是在与四圣宗商量，而是通知。若是四圣宗不愿放过我兄弟的师傅，那么从今日起，我便在四圣宗的山门口摆下擂台，挑战贵宗的所有同龄之人。你不是喜欢仗势欺人吗？我让你也体会一下这种被欺负的滋味。奇耻大辱！道义学宫如同一座看不到顶峰的巨山，压在了四圣宗的上方，让宗内的所有人难以喘息。老韩，走。等等，反正今天已经练练丢尽，犯不着为了一个于北庭而继续纠缠下去，尽快解决了此事才好。来人，将于北庭带上来。师父，都是徒儿的错，让您受苦了。没关系，为师无能，护不住你。很难想象，要是自己没出现的话，会是怎样一番场景。寒山之母若在天有灵，怕是会将整个四圣宗给掀了。丹药给他。寒山抬头看着陆源，眼神复杂，似是在询问这颗丹药是否有问题。给前辈服用吧。四圣宗的这群老妖，只要脑子没进水，不敢在丹药上动手脚。小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师父，待会儿弟子再向您慢慢解释。好，走吧。柳丫头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小师叔的声音。小师叔，你为何在此？与几位朋友在此歇息。你呢？我因一点机缘，寻迹至此。柳姑娘，没想到能在此地相遇，真是有缘。韩公子，有礼了。孙枫叶的视线仿佛穿越时空，淡蓝色连衣裙，轻盈满月，如诗如画，长发似墨，声如黄莺，被柳灵染深深吸引，表情怪异，身体不自觉定格，瞳孔微缩，嘴唇微起，仅凭一眼，长孙枫叶便沦陷了。这就是我灵魂上的贵妇。在下长孙枫叶，见过姑娘。柳灵染，见过公子。你的机缘在哪？万须山脉，据说古墓的主人乃是一位渡劫九境的大能，道号古泉。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。万须山脉，道号古泉，有意思。小师叔，要不你陪我去吧？我懒得去。小师叔，我是你最疼爱的师侄呀，忍心看我独自冒险吗？某些人内心在呐喊：去，一定要去！陆兄，答应柳姑娘，
你欠我的人情就算清了。好吧，师叔陪你去。小师叔，你最好了，那我们明天就出发。喂，你小子不对劲啊！嗨，偷偷传音，有什么目的？这个那个，老实交代，从轻处理。万须山脉的古墓可能是我缥缈宫某位长辈的安息地。那我告诉柳丫头，让她放弃吧。千万别，他既然找到了，就是有缘，不能让他白跑一趟。你们俩这样看着我干嘛？疯子，你是不是看上我师侄了？我疯子，我何时有这称呼了？我刚给你起的外号，不要打岔，老实交代。你不是吧？有时候缘分来的就是这么巧啊！这才第一次见面啊！一眼万年，你们两个单身狗不会懂的。对，你搞清楚状况，柳丫头是我的晚辈，你要是打她的主意，是不是得看一下我的脸色？陆兄，你与柳姑娘关系甚好，肯定知道她的喜好以及过去的经历，要不你跟我讲一讲吧？现在知道巴结我了，先叫声小师叔听一听。啊，逗你的，你们俩八字都没一撇了。当年寒山他俩就没对上你。韩兄，你看不上柳姑娘？这不是看不上，是没有缘分。别瞎激动，他们俩没事，谁都看不上谁。韩兄，什么？我想与你切磋一下，不知可否？卧槽！你一个北荒十杰之首，要跟我一个小喽啰切磋，那叫切磋吗？我拒绝。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老陆，你不说两句？好像是要说两句啊。换个地方切磋，不要毁了这里的花花草草。对，下手轻点。好嘞。没等寒山开口，长孙枫叶提着寒山化作一道流光而去。不关我的事啊，那是老陆安排的相亲。好残忍，好暴力啊！万须山脉不是缥缈宫长辈的墓地吗？不会有问题的，放心。古泉长老曾是缥缈宫的上任内门长老，算辈分，我应该叫一声太师叔，他一声逍遥。追求缘分，在他死前就已经安排好了死后之事，让圣地不可插手。既然柳姑娘能得到古泉长老的信物，那就是有缘。想必古泉长老泉下有知，也会十分开心，不会怪罪。哦，这家伙为了泡妞，不仅没有制止众人进入自家长辈的墓，而且还打算真像了。太师叔，为了子孙后辈的幸福，只能委屈你。况且这是您自己的要求，如今柳姑娘拿着信物进入您的作画之地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疯子，你真行啊！你太师叔要是晓得有你这样的后辈，肯定会激动的从棺材里爬出来。胡说八道！结果一直来到了134个超级势力之一的上林关。来者何人？长生大人。哪方势力的道友，可有拜帖？青宗，长生大人。你是青宗之人？是。来此作甚？讨债。讨债？什么意思？你没资格跟我谈，让上林关的高层出面，10息之内，若是上林关的高层不出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敢在我上林关放肆，找死不成？闭嘴！长老，您这是何意？青宗的道友，请入内品茶。不必了，上林关若不想与本座开战，那就交钱吧。上林关从未与青宗有过这样问题，何来还钱之言？保护费，此言何意？30万年来，青宗镇守魔渊，死伤无数，上林关未被魔渊侵扰，难道不该交保护费吗？呵呵，道友此言差矣。上林关又没有求着青宗去镇压魔渊，根本扯不上保护费之言。再者，我上林关位列一流圣地，即使需要他人的庇护。当年青宗与利州近100座势力达成约定，往后魔渊封印若有松动，各方势力皆需派遣强者一同镇压。没想到只过了上万年，尔等便直接撕毁协议。若是这样也就罢了，尔等居然暗地里侵占我青宗的资源灵脉，逼得我青宗不得不隐退，狼心狗肺，罪不可赦。今日若上林关没有给出一个让本座满意的保护费，那么上林关从今天起也想有安宁之日。你是在威胁上林关吗？仅凭你一人，真是可笑。我来此不是与你开玩笑的。他把宗主的化身反手间就干掉了。放肆，现在滚还来得及。刚才此人摆出的架势这么大，还以为有多大的耐，原来是一个孬种。老老实实的去履行青宗的责任就行了。来我上灵关闹事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公主，采矿队被袭击了，戴队长老重伤。是。保护费交了可以暂时无视，不交上灵关永无宁日。只想杀了林长生，无数的大能子四面八方涌现，将林长生团团包围。布阵，杀了他！
吴宗贤妹，对尔等猪狗不如的东西实在是太善良了。若是我早生10万年，定要当平地州，拉着尔等一同作死。大意，一名大成初期的长老惨死，惊得众人内心一颤。这家伙比起以前的青宗之人难缠了许多。看你能挣扎多久。几位太上长老，咱们一同出手，务必要击杀此贼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上灵关的高层无法接受。纵然是罗淑荣等高层合力下了死手，也没能拿下林长生，顶多就是将林长生逼落下风。出手之人多达50余位。剑光横贯100万里长空，惊到了无数的势力。上灵关的方向出现了巨大的风波。前段时间听说青宗的传人来了，上门讨要保护费，被上灵关震退了。现在看来情况不是那么乐观。以前的青宗之人最多就是在各大宗门闹脾气，此人号称长生道人，动用天眼推测之术，无迹可寻。益州的诸多顶尖势力得到了消息，纷纷用大神通之术观望着上灵关的情况。他们不太希望林长生死了，不然下次魔渊震动的话，谁去赌上性命的镇压呢？要是再慢一点，小命就没了。这家伙能在杀阵之中不仅能准确寻到我的位置，而且应付众长老的合力攻击时还能伤到我，这等实力着实恐怖。这都让他跑了。多年以来，玄清宗的传承者镇守魔渊，对阵法之道的领悟到了一个远超世人的境界。反应倒是挺快的。长生道人，你做事要如此狠绝吗？我的行事风格比不了上灵关的1/1000。你到底想怎样？经过上次的举宗围杀来看，罗淑荣知道很难将长生道人镇压。讨要满意的保护费，你要多少？那要看上灵关的意思了。罗淑荣不想造成过多的伤亡，除了妥协，别无他法。拿去。不够。罗淑荣又咬着牙拿出了2条极品灵脉。不够。你真当我上灵关可以随便欺辱吗？那咱们就继续玩，我会履行那日的诺言，让上灵关永无宁日。一个顶尖存在的死客，足以毁了上灵关所有区域的产业。你与我上灵关一直纠缠作甚？你难道不应该和青宗先烈一样，立刻去镇压魔渊吗？哈哈，青宗先烈愿意直奔魔渊，那是他们怜悯苍生，不与尔等计较。我只是一个俗人，可以去，也可以不去。不只是你上灵关要交保护费，其他势力我也会挨个登门拜访。有能耐就联合起来把我杀了，没能耐就乖乖低头。我没太多的耐心，比你啰嗦。再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没拿出让我满意的费用，以后凡是上灵关的人，无论长幼，尽皆抹杀。你敢？不信的话，你试试。我真不信，就一个孤家寡人，咱们走着瞧。极品灵脉20条，上等灵药过百，灵气和圣器过百，以及各种资源若干。这次还行，也不能将上灵关逼得太紧，不然适得其反。反正我只是来打一个前站，真正了结这段因果，还得看小师弟。勉强算得上是利息。从这句话中，罗淑荣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以为就这点东西便能了断上灵关与青宗的因果吧？未免太痴心妄想了。罗淑荣脸色阴沉，真的很想将林长生杀了，可是他没这个能耐。我就不信他没有牵挂。我的来意，想必太阴圣地很清楚吧？知道。给还是不给？给。你们还不甩？对于林长生的嘲讽，太阴圣地的高层保持着沉默。林长生就这样开启了讨债之路。赶紧滚过来！哎呦，吓死宝宝了！师傅，您老这么着急，把我换回来，有什么要事吗？你说呢？你可知北荒10劫的真正意图？意图以10劫之名汇聚北荒天骄，共争锋芒，磨砺道心，促进修行。这是其一，还有更重要的，请师傅解惑。天下5州分别为地州、北荒、西方、南域、东域。地州有天府合军，资源丰富，强者如云，约莫30万大军。地州出现了一个古老。
30万年前，差不多是魔渊诞生的时候。这个古老的秘境与魔渊有何关联呢？另外，天渊内的红衣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与这些事情有因果。秘境每隔万年开启一次，机缘无数，地州诸多势力因此受益颇丰。起初，秘境为地州势力所控，其他州界无缘涉足。后经多方强者施压，连地州的圣地古宗也得退让。由此，百脉盛宴应运而生，500岁以下的天骄皆可进入。其中，紫道光更是天赐之物，得之者可得天运加身，或脱胎换骨，获得奇宝，威能难测。凡有资格进入者，皆有望更进一步。北荒10杰的名单是道义学宫为背景不深的天骄准备的通道，让那些有天赋的年轻人不被埋没。师傅，我一直不解，为何我是例外？道义学宫隐世太久，是时候重返世间舞台了。所以我是道义学宫入世的棋子。怎么心里不舒服？岂会？就算是一颗棋子，那也不是谁都可以当。莫要胡思乱想。真要说起来，你不是棋子，道义学宫才是。那这盘棋的执棋人是谁呢？天渊的那位，还是消失了5000年的院长，又或是另有其人？你知道古塔的来历吗？不知道。据说是初代院长从地州那处古老秘境中带回来的。当年地州的众多势力把持着秘境，可还是被年轻时候的初代院长寻到了机会，进入其中。他老人家镇压了地州全部妖孽，得到了许多珍宝。出来后，先祖遭到了各方势力的围剿，历经9死1生，逃过了追杀，来到了北荒。初代院长太惊艳了，与他生在同一个时代是一种悲哀。根据学宫的史书记载，先祖道术大成，修为登临巅峰，再次杀向了地州。那一战，先祖压得无数势力喘不过气来，逼得他们立下道心誓言，这才准许其余4州天骄前往秘境，演变成了如今的百脉盛宴。不是说地州面对其他州域的压迫才做出的让步吗？要是没有先祖带领，其余4州如同一盘散沙，哪有胆子向盘踞于地州无数年的古宗圣地发起挑战？初代先祖确实是一个惊世妖孽，百脉盛宴你必须参加。当然，我也想看看地州妖孽到底有多强。这段时间你可以好好休息，或是前往古塔磨砺。弟子知道了。百脉盛宴可能会暴露身份，但这是必须要走的路，不可躲避。这条路为师会尽量为你铺好，最终能走到哪一步，得看你自身的造化。为师相信你能改变天下局势，重新洗牌。希望风暴到来之前，院长可以回来。青宗受到的委屈，当由你来抚平；巫师的尊严，当由你来学。接着上次开始，进去吧。云雾缭绕，如同身处云层之中，找不到方向。诡异的法则，肉眼捕捉不到一丝痕迹。可惜，任凭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也没能看清楚飘荡于空间各个角落的法则本质。前方隐约有一道亮光，会是什么呢？应该是通往第15个里。手臂上的伤为什么在慢慢愈合？难道是再走几步看看？走了几步，几缕法则划破了肉体，疼痛感放大了无数倍。果然，这应该是一种承受痛苦的考验，没有任何捷径，只有一路向前，一直走到尽头便可通关。无畏之心的考验，缔造出一颗不惧痛苦的道心，唯有如此，未来方可通临大道之巅。从剧痛难忍到身体麻木，仅凭的本能意识，步履蹒跚。前方的那一点亮光是陆源坚持下去的动力。缠绕于身上的法则全部瞬间退散，满身的伤痕也开始自我修复。陆源的肉身恢复如初，神志清明。这条路太艰难了。啊，好疼啊！什么破玉门传送，这么不靠谱？怎么这么热啊？我操！熔岩火海，难道是检测对5星火道的掌控力？老于，你当真决定让陆源参加百脉盛宴吗？是，自我道义学宫建立以来，从不参与大师之争。即便你是副院长，也不能违背祖训吧？我等需要一个理由。本座同意于副院长的决定。老林，你认真的吗？请诸位相信本座的决定，最多500年，定会给诸位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其他的事情，我等可以相信于副院长，但是这件事牵扯到了道义学宫的未来，不可退让。诸位长老若愿立下道心誓言，所闻之事绝不透露一字，且数百年不能踏出道义学宫半步。若能答应，本座便将缘由说出。众长老面面相觑，极少见到于晨然这般郑重的样子。难道真有什么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吗？可以，我也答应。紧接着，越来越多的长老做出了选择。不愿立誓的长老，还请离开。老于，咱们可以立誓。
是，但不能被限制了自由啊！你以为本座是在跟你们开玩笑，还能讨价还价吗？还有，这里是议事殿，没有老于，只有姓于的副院长。直到这一刻，所有人这才感受到了于晨然的坚决态度，不敢再有丝毫的轻视。集尘境出现了法则波动，应该是院长的意志。绝宫之事，一切皆听于陈然的安排。我等谨遵法旨。院长下令，本座就不与诸位解释了。此次会议到此结束，直接离开。剩余众长老一脸茫然，估计这是院长的布局吧。赵一川隐匿于暗处，默默地为陆源护道。终于到28层了，太难了。目前是一颗圣品金丹的实力，要是3颗全部展现出来，估计已经登顶了。纵然是古塔之行，也不能显现出全部的厉害。陆源满身伤痕，内心疲惫。你的状态不是很好，继续还是出来？这种状态确实不适合闯，下次再来。见过赵长老，不必多礼，回去休息几日，后面还有事情等着你。是。当真妖孽啊！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，护塔走到底端，道义学宫与有荣焉。这条路没那么好走，我等能做的就是尽量挡住扑打而来的巨浪，一些小风小浪还是得由他自己去解决。我看好他，就像当年看好你一样。相同的年龄，他比我要强很多。是合适。百脉盛宴乃是万年一次的盛事，北荒时节有着参加的资格。为了给予当世天骄一个机会，现任时节必须要接受北荒同龄人的挑战，不可拒绝，让真正的妖孽登临大势的舞台，不因背景出身而被埋没。师傅的意思是让弟子出去打架？差不多吧。时节之人已经得到了传音，需在各地摆下擂台，不可怯战。弟子该怎么做？约战同辈，静待时机。百脉盛宴的具体时间还没传来，只能等着。是，别丢了为师的脸，不然打断你的狗腿。您老放心，绝不会出现这种事情。行了，你可以滚出去了。好嘞。陆师兄，师妹找我有事。我听说了百脉盛宴之事，特来为师兄送行。道义学宫决定只让陆源一个人参加，其余弟子要是不服，找陆源单挑。多谢师妹。此行危险，师兄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走了。没聊几句，在宋明烟的注视下，陆源的身影渐行渐远。师妹，别打我主意啊，你会受伤的。哥有这么帅吗？长孙枫叶得到了道义学宫的传音，百类妖战同辈。我在伏流星域玄清宗，欲要与我一战之人皆可来此，绝不拒战。好消息，第一个，长孙枫叶在伏流星域玄清宗摆下擂台，约战同辈。长孙枫叶，北荒时节之首，那是一个猛人啊！是啊，谁敢跟他上台 PK， 那跟找死没区别。第二个消息，陆源在古墨星域咸昌行设下擂台，邀请同辈天骄皆可一战。陆源终于现身了。肯定有很多人想踩着他上位。走，咱们去咸长兴，那里一定很热闹。别的北荒时节忙着打擂，长孙枫叶这家伙一身轻松，因为没人敢约战他，他却忙着如何讨得家人欢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，无数修士闻讯而来，在很多人的眼里，陆源是最容易拿捏的那个软柿子。